男孩使用了最简单的拔刀斩，却让现场的教授震惊，因为这是学生不该拥有的实力。看似洛南只是挥了一刀，实际上却是3刀，并且将最后一刀的速度放到了最慢，以防教授们看不清楚。也正是这个行为让内比罗斯暴怒，而洛南却没有一丝表情。老师，你吓到我了。内比罗斯没有理会。你的剑法是谁教你的？洛南不解，你在说什么？哪有人教我？于是内比罗斯换了一个问题，我刚刚的动作你看到了吗？看到了，你是很了不起的，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剑拔出，并且挥出了3刀。闻言的内比罗斯情绪缓和了一点，对，就跟你展示的那样。随后话锋一转，但是你这个傲慢的家伙，用你那愚蠢的剑术，还故意将最后一刀放慢，以防我们看不清楚是吗？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洛南听完人傻了，因为自己放慢第3刀的原因是要将力量降到最低，以防伤害到自己的身体，并不是看不起教授。但是看着眼前愤怒的内比罗斯，这个解释显得多么苍白无力。校长无言，只能尴尬地将眼神挪开。你这对活宝人傻了。作为教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看到点什么？片刻之后，内比罗斯收起了剑，慢慢地走回座位。以后我会亲自教你。回到了座位之后，他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一旁的校长看着愤怒的内比罗斯，细细地回想他说的话，亲自教。校长懂了，内比罗斯已经把这个孩子当成弟子了。转过头就对洛南说，孩子，你通过了，但是我们还得问你一个问题，你来菲利普斯皇家学院是为了什么？洛南听完将头低下，往事开始浮现在脑海里。男孩拼尽全力杀死了认知中最强大的4亿巨人，本以为一切都将结束，可没想到在天空中竟然出现了更为强大的8亿巨人。原来4亿不是巨人的极限，8亿才是。这一刻，男孩已经做好以死相拼的准备，但另一个幸存的女人并不认同他的做法，反倒是奇怪地对着男孩一个香吻。原来在2年半之前，3只巨人突然入侵帝国，在短时间内便摧毁了超过1半的领土，直到洛南所在的军队参战，才勉强挡住了巨人，但也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全军基本覆没，只剩下一个重伤的洛南。他略带悲伤地看了一眼战场，都死光了吗？但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响起，好久没见过那么强大的人类了。一转头，洛南发现声音来源竟然是死去的巨人，并生气的一脚踩在他脸上，半个帝国因你们而变成坟墓，你怎么还不死？想知道你的2个朋友是怎么死的吗？一个被红龙炭烤2分半，一个被魔法师永久封印，知道了吗？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本以为这些话能激怒巨人，可没想到他却是满不在意。星星的孩子们共享感官，我知道他们怎么死的，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而地球上已经没有像你那么强的人类了，所以你守护的世界终将会被星光吞噬。话音未落，洛南便一刀削掉了他的狗头。赶紧死吧，别那么多废话。做完了这一切，洛南便沿着战场一直走，直到看到昔日好友的尸体才停下来，紧接着跪在了跟前，让你跑干嘛不跑呢？非要那么愚蠢，为了所谓的纪律严明搭上小命。正当洛南沉浸在悲伤之中，恍然听到一个求救的声音，他拖着重伤的身体，循着声音找去，原来是大司令官安德山，他还活着。洛南感到一丝慰藉，但是仔细一看，大司令的情况好像也不容乐观，他竟然失去了一只手臂，而他却似乎一点都不在意，反倒是关心巨人死了没有。死了，我亲手杀的。听到答案之后，他像是如释重负一般，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谢谢你，洛南下士。而洛南则趁机向他提出了一个要求，既然你那么感激我，那能不能替我好好安葬这些士兵？因为在以往，士兵的尸体都是直接丢弃，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也该好好安排这些后事。说完，洛南便剧烈咳嗽了起来，看着手中的鲜血，他告诉大司令官自己随时会死。而安德山也没有感到意外，反倒是问他如果可以活着，你会有什么想做的事情？说到这个话题，洛南眼中似乎又有了一丝光明，大概是会去学院学习吧，那是我已故姐姐的愿望，但这一切都没有希望了。闻言的安德山却生气地朝他怒吼，别说这些丧气话，搜救队马上就到。但就在这时，天空突然放晴，洒下一抹曙光，但2人却恐惧地瞪大了双眼，因为在天空中赫然出现一只8亿巨人，还有无数的随从。这一刻，安德山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当中，我已经拯救这个世界3次了，这次是真的没有办法了。而一旁的洛南却拔出了手中的剑，神情坚定地对着他大吼，我伟大的指挥官同志，你在干嘛？赶紧用念力将我扔上去，我的剑够不着他们，我要给这些混蛋点颜色瞧瞧。安德山愣住了，这种情况竟然还要战斗吗？真是个意志坚定的家伙。说完便对着他吻了上去，并朝他的嘴里吐了一个珠子，这是一颗能倒流时间4次的珠子，我已经用了3次了，我能从裁缝爬到大司令官的位置全靠它，最后一次就交给你了。还有，在见到我时，请劝我别当一个裁缝。话音落，一道闪光亮起，在睁眼，洛南已经回到了10年前的乡里，看着眼前熟悉的场景，他愣住了，我是在做梦吧？随后便用头撞旁边的大树，祈祷自己可以醒过来。不久后，洛南认清了现实，大司令的理想还真是宏大，竟然要我一个人去对抗巨人，我能怎么办？思考了片刻，洛南心里便有了主意，他拿起一棵树枝，随后朝着村口的方向跑。但是就在途中，一群恶霸引起了洛南的注意，他们将一个男孩倒挂了起来，仔细一看，并没用绳子，那是魔法。洛南难以置信，在这种乡村竟然有心灵感应这种罕见的魔法。随后他便在旁边观察，只见为首的黄毛鳄狠狠地向男孩要钱，可男孩说钱都给妈妈买药了，现在没有钱。听完的黄毛火冒三丈，立马命令施展魔法的女孩将他吊到天上去。
可善良的阿萨姆并不愿意，气氛顿时陷入僵持。就在这时，洛南一棍子敲在阿萨姆头上，住手，你会杀了他的。另一边的男孩也随之掉落。与此同时，愤怒的黄毛更加愤怒了，你在搞什么？他叫你住手你就住手。可洛南却一把拉过阿萨姆，别管他，告诉我你的魔法是哪里学的？在商店买的魔法书。洛南一愣，他用廉价的魔法书就这么厉害？洛南的直觉告诉自己，这人肯定可以在以后的巨人战争中发挥作用。但就在这时，身边响起拔剑的声音，一转头，黄毛已经持剑向洛南冲了过来。敢不理我？虽身体强壮，但持剑姿势不对，洛南一眼看破，侧身躲过，就这样轻易躲过了。黄毛虽心里慌张，但还是故作镇定。你运气真好。洛南顺着他，是的，我今天运气不错。见洛南不反抗，黄毛开始咄咄逼人。既然事情到这个地步，你跪下来求我就原谅你，但我会砍下你一条手臂。当然，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姐姐。每次看到她的好身材，我都想……话音未落，黄毛的一只耳朵应声跌落。洛南勃然大怒，姐姐是他唯一的逆鳞，绝不容许任何人玷污。这一幕将一旁的混混都吓傻了。他竟能用树枝发挥出剑的效果。见此，洛南便趁机让他们把钱还给男孩，是身上的所有钱。混混们也不敢不从，将抢来的全部钱都给了男孩，随后逃离了这里。与此同时，洛南跟阿萨姆约定4天后凌晨2点半，两人要在这里见面，因为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交代完之后，洛南便赶回到了家中，在家门口却迟迟不敢进去，有太多问题困扰着他。我该为不辞而别道歉吗？我该告诉他我好想他？我该问他过得还好吗？直到在见到姐姐的那一刻，洛南只说了一句：“我回来了。”并且带上了姐姐最爱的花。姐姐收到了之后，高兴得像个猴子。我不敢相信，在有生之年竟然能收到冷漠弟弟的花。饭菜够吃吗？要不要给你加点？而洛南看着眼前的13菜一汤，人都傻了，连忙摆手拒绝。随后话题一转，姐姐多大？今年22周岁，那就意味着离巨人入侵还有10年时间。为什么要问这个？姐姐慌忙跑过来摸我额头，好像没发烧。洛南抓起姐姐的手，不是啦，我是想说，我准备要去学院学习。闻言的姐姐高兴坏了，一路蹦蹦跳跳的跑到一边，翻箱倒柜的找了起来。不久后，她端出来一个桶，里面竟是满满1大桶金币。洛南难以置信，你是怎么弄到这些的？攒了2年半，就为了等你说这件事。姐姐自豪地叉着小腰，可洛南却对着她说，这远远不够，因为洛南想去的是世界最顶尖的菲利普斯皇家学院，那里有最杰出的教授，最富有的资金支持。不仅如此，学院甚至还产出过3位世界级人才，大司令官安德山、剑圣舒利芬和寒冬女巫。所以要想打败巨人，这里是洛南不二的选择。4天后，洛南前往了和阿萨姆约定的地点。见到他的第一件事便是放下背包，然后说：“来吧，来操控我，用心灵感应将我举得越高越好。”洛南想借此测试他的魔力水平，可阿萨姆却不愿意。我不能做那么危险的事。没事，买了保险。听到这话，阿萨姆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密西密西，花布拉吉，心灵感应。随着魔法的发动，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一般，将洛南高高举起。这高度比洛南自己想象的还要好。虽然在稳定性上面尚有差距，但是要想对抗会飞的巨人，心灵感应是必不可少的，并且这种魔法极其罕见。洛南扬起嘴角，满意的笑道：“他是我的了。”与此同时，阿萨姆开始颤抖起来。我能放你下来了吗？谁知下一秒，洛南拿起了剑，竟然挥刀将魔法斩断，随后安全着陆。这一幕直接将阿萨姆震惊了2年半。你做了什么？斩断魔法？而洛南只是轻描淡写的给了他一拳。没什么，只是一个杂技表演，你就当没看到好了。其实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洛南很久，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剑那么特殊，不仅能斩断魔法，甚至连巨人也能斩杀。不过这些可以慢慢研究，现在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随后洛南把包丢给阿萨姆，走吧，必须要赶在月亮消失前做完。做完这件事，我们就能成为菲利普斯学院的学生了。听完的阿萨姆大吃一惊，我没听错吧？菲利普斯那可是一个只收精英的地方，你有强大的剑术支持，而我只是个废物，去不了吧？我知道，虽然你很蠢、胆小怕事又爱哭，但是没关系，可以从现在开始改变，不然你只能像那些混混一般游手好闲、荒度余生。阿萨姆听完脸都红了，第一次有人这么关心自己的未来，所以便连忙答应了下来。而洛南则露出一脸坏笑。计划得逞，男孩为了在10年之后击败入侵的8亿巨人，竟然选择入学大陆最顶尖的皇家学院深造。可面对高昂的学费，姐姐攒了2年半的存款也根本不够，所以洛南便想了一个好方法。他带上了阿萨姆，偷偷来到了哥布林栖息地。因为洛南知道哥布林素来凶狠，常常会对路过的商人下手，所以会收集不少的财宝，而那些便是2人今天的目标。动手吧，用你的心灵感应。听完的阿萨姆瞬间被吓傻，他看了一眼哥布林的36块腹肌，要是他们醒过来，我们不是死定了？要不我们先回去思考思考吧。而洛南却一把拉过他，想进入菲利普斯皇家学院的话，必须具备2个条件：高昂的学费，还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所以这件事是一举两得。莫非你脑子里有更好的想法？脑子？我没有啊。
啊，很好，那快点开始吧。洛南说完便打开了5级包，只需要装满就好了。阿萨姆无奈只能照做。随着魔法的发动，哥布林的财宝一点点落入包中。为了不将他们吵醒，阿萨姆只能使出吃奶的劲来控制自己的魔力。还好一切的进展都非常顺利，很快就把2个包装满。我就知道你可以的。洛南开心地抚摸着阿萨姆的头，但是其实连他自己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没想到阿萨姆能那么快适应，看来自己找到个不错的工具人。过了不久，2人收拾好了东西，准备离开这里。但就在这时，一伙人正在往这里冲过来，并且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尖叫声，这让洛南顿感大事不妙。这大半夜的，莫非是哪位非正常人类从病院出逃了？而另一边，绿毛哥布林也不出意外的被吵醒，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习惯性朝宝箱看去。通了，挖槽！绿毛赶紧把其余同伙叫了起来，并且召开了紧急会议，商量的财宝到底会去哪。但其中一个哥布林给出了不同的看法，他看了一眼洛南2人，有没有可能是他们偷的？反应过来的众哥布林瞬间朝他们冲去。看到这一幕，阿萨姆瞬间被吓傻了，瘫倒在地。我们是不是该把东西还给他们，然后真诚的道个歉？这事就算过去了。而洛南则拔出了剑，那学费怎么办？你有办法吗？一遇到要用脑子的事情，阿萨姆就会宕机。我没有。与此同时，洛南看了一眼手中的剑，这是一把由廉价钢打造的，按照哥布林身体的硬度，大概只能挥砍15次就会断成2.5瓣，而这里的哥布林却有30几只，但是够了。洛南嘴角一弯，向哥布林冲了上前，几乎只是一瞬间，最后一只哥布林也死在了他剑下。阿萨姆人都看呆了，我看到了什么？洛南一剑击杀3只，然后只是消失了一小会，哥布林竟然全都死了。阿萨姆不由得咽了一口水，他竟然已经强到这种地步了吗？就在这时，洛南的声音打断了他思考，别发呆，去把包拿上，我们回家。过了一会，2人就踏上了回家的路程。本来以为是件很舒适的差事，没想到那么不顺利。洛南活动了一下自己酸痛的身体，大概是因为现在还在成长的原因，回去的时候必须要加强体能锻炼才行。洛南心里想到。但就在这时，阿萨姆提起了那个尖叫声，你说那到底是什么声音啊？洛南摇了摇头，不知道，我只知道要是让我遇到他们，头都给他们打歪。与此同时，身后的一把弓箭悄悄瞄准了阿萨姆，全力朝女孩射了过去，却被洛南轻松挡下。而另一边，射箭的男人嘴上在道歉，脸上却看不到有任何回应。原来洛南在哥布林手中成功拿到2杯包财宝的时候，被2人亲眼目睹，所以他们便心生歹意，眼见暗杀不成，2人便决定另辟蹊径。一般孩子对陌生人警惕性都不高，所以他们便慢慢的走了过来。道歉啊，孩子们！这里沙沙作响，我还以为是有哥布林出没。孩子，洛南气得直接将剑矢折断，老子吃过的饭比你们吃过的饭还多。片刻过后，几人的距离已不足2米半，男人伸出了手再次表示歉意，而眼睛却是死死地盯着洛南的背包。你甚至都不能把你贪婪的眼神给收一下吗？演技也真够烂的。男人听完顿时沉默了片刻，但他看着眼前这个孩子面孔的家伙，并不认为能有多大的威胁，所以他便向同伴使了一个眼色，继续朝洛南走了过去，还是那副陪笑的嘴脸。不过他已经把手悄悄地伸到了背后，握紧了腰间的短刀。哦对，我应该先自我介绍才对，我们是卡利波罗。说话的同时，出其不意一刀挥向了洛南。卡利波罗吗？洛南一边回想，一边随手做出了反击，直接将他打懵。想起来了，就是那群人渣。就在这时，趁洛南愣神的功夫，黄毛也冲了上来，但却被阿萨姆察觉，使出心灵感应，直接将黄毛控死。见此，洛南便给阿萨姆送出了今天的第1个赞，干得漂亮。随后一把夺过黄毛手中的剑，就是一记7星光芒斩。3、2、1，倒计时结束的瞬间，黄毛裂成了15块。这一幕直接将阿萨姆吓傻。洛南，你怎么真的杀了他？而洛南眼神则异常坚定，我不可能让一个想杀我的人活着。更何况，他们卡利波罗是这个大陆最臭名昭著的团体，他们偷猎、绑架、贩卖器官。要不是今天我在这，等别人发现你的时候，坟头草都该2米半了，知道了吧，白痴！但就在这时，身旁的一个麻袋竟然跳了起来，将2人吓得不轻。这难道是他们偷猎的动物？说完，洛南便将绳子松了开来，只是一瞬间，一个哥哥形状的东西就飞了出来。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青色的鸟，好漂亮！阿萨姆不由得发出感叹，因为他是第一次看见这种颜色的鸟。而洛南的注意力则全是在鸟的玉足上，因为上面竟带着一副封印魔力的脚铐，这不应该是给强大的奇异种幻兽用的东西吗？这只鸟到底犯了什么天条？正当洛南纳闷的时候，蓝鸟的身上竟然传来了问候语：咪西咪西。阿萨姆顿时被吓得一激灵，他说话了。而洛南则一脸嫌弃：你白痴吗？那是一种远程通信的魔法，如果没猜错，说话的那位肯定是蓝鸟的主人。而另一边，一个奇怪的家伙扯着粗犷的嗓音，正在对着魔法阵说话。猜对了，我是幻兽研究所的成员，我养的蓝鸟昨天失踪，怎么都联系不上，差点就报警了。对了，你们是谁？洛南一把将想逃跑的阿萨姆拉住，我们是热心市民，你的鸟被绑架了，是我们救了它。说完，一刀将蓝鸟的脚铐斩碎，回你爸爸身边去吧。而洛南的这一举动，让蓝鸟瞬间充满了感激之情，随后便将屁股伸到了他脸上。洛南傻了，这就是你报恩的方式吗？你想要几分数？还好鸟主人及时做出了解释，蓝鸟的意思
是拔下它一只羽毛，因为蓝鸟的羽毛会永久性指向鸟本体的方向，它应该是想再见到你。而等洛南拔下羽毛的时候，蓝鸟一个弹射起步，直接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确定是会想再见到我吗？洛南一脸茫然。第二天，两人便带着财宝来到了集市，准备将它们卖了换成金币，20金币。商人大叔端详了项链许久，给出了这良心价格，成交成交。洛南愉快地答应了下来。总算遇到一个懂行的了。想到刚才那个地中海大叔说这个项链最多只值5个金币，洛南就来气。不过好在现在遇到个懂行的了。随后洛南便将带来的财宝都卖给了他。与此同时，洛南将手伸进了兜里，掏出来个紫色的大宝贝。这是蓝鸟走的时候在他手上拉的，本以为是便便，但却能将石头击碎。洛南的直觉告诉自己，这东西绝对不一般。而商人大叔也给出相同的看法。哇，这颜色，这材质，莫不是什么鸟粪？洛南听完直接裂开。见状，大叔只能尴尬地笑了笑。其实我也不是太懂。听完的洛南叹了一口气，将它放回了兜里，准备哪天找个专家鉴定一下。而一旁的阿萨姆看见则是一脸鄙夷，果然还是个硬化的便便。话题一转，洛南问起了大叔，这里有没有关于菲利普斯皇家学院的书？我们想入学，但是对他的了解不是太多。是吗？我的女儿玛利亚也准备去那里，你们可以聊聊。她已经过来了。玛利亚，洛南听完一愣，这个名字他太熟悉了，但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位金发女子。洛南走到了她跟前，你真的是玛利亚，中间名是森的那个？对啊，你怎么知道？听完的洛南傻眼了，自己上一世认识的玛利亚分明是这副模样。随后洛南便凑近了她耳朵，我问你个问题，你是男的吧？昔日豪迈的战友，如今再见，却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洛南傻眼了，没想到时间不仅仅改变外貌，甚至连性别也不放过。随后便不由得凑到了他的跟前，你是男的吧？而玛利亚听完一愣，低头看着自己高傲的身材，这家伙是脑子有问题还是眼睛有问题？没等他做出反应，洛南的眼神便停在了玛利亚的某个地方。不应该呀，怎么看都不像是男的。难道你家老头还有私生？话音未落，玛利亚直接给了他一个大比顿，闭嘴！你在狗叫什么？而这一巴掌，洛南感觉到的却不是疼，而是无比的亲切。现在的他100%确认，眼前的这个家伙就是10年后的玛利亚森伯爵。原来在穿越之前，玛利亚伯爵是军队里的供应商，虽然身份高贵，但却性格随和平易近人，时常会跟下面的士兵喝酒。而每当洛南跟其他士兵谈起男女之事时，玛利亚就会异常生气，随着而来的便是一个大比东。洛南当时非常好奇，想问他为什么这样，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直到再见到玛利亚时，他已经死在了巨人入侵的战争中。但是现在困扰了洛南许久的谜团终于揭晓，原来伯爵是女孩。得知了真相，洛南不禁地笑了起来，而这一幕却让玛利亚更加生气。你看还不够，竟然还笑！冲过去就要再给他奖励一个，但洛南反手就是一锤，够了，你小子，我让你打1次是因为我做错了，但你没理由打第2次。而玛利亚听完，眼神变得凶狠，一个头锤砸向洛南。如果我非要打第2次呢？说完，两人便互掐了起来，一副互不相让的样子。这一幕让旁边的观战2人组看傻了，赶紧跑了过去。到了傍晚，3人聚在了小旅馆当中。阿萨姆看着眼前的2个家伙呆住了，刚刚明明还想掐死对方，现在却能心平气和坐在一起，怎么感觉他们好像很熟的样子？与此同时，洛南留下3把剑和1把魔杖，那是在哥布林手中缴获的，看看这些有没有问题。玛利亚听完，拿起剑开始仔细端详，3把剑和1把魔杖，你带着不是很麻烦吗？没办法，带着以防万一。因为在上一世，洛南剑法极其粗暴，几乎每个星期都会用坏1把剑，所以这些东西到底怎么样？玛利亚思考了一会，都还不错，特别是这把黑铁剑，材质异常结实，不管你对剑多粗暴，我相信它都不会断。随后玛利亚又看了一眼魔杖，发现上面镶着一颗稀有的魔法石，便对着阿萨姆说，这个小可爱是稀有的魔法石吗？用的什么魔法？小可爱？阿萨姆听完心花怒放，是啊是啊，但是随即又低下了头，只会心灵感应，却没想到玛利亚反应剧烈。心灵感应？你是了不起的，做得好的话全额奖学金。是吗？随后玛利亚话题一转，那下一问题就是你们在实践考试中有什么能展示的战斗技巧吗？洛南一愣，技巧还能展示？怎么自己从来没听说过？要想进入菲利普斯皇家学院，必须经过理论考试和实践考试，而实践考试就是你必须展示战斗技巧，并且要让教授折服。而大多数入考的贵族都会展示他们的家族秘法，至于普通的武者都是展示魔法。洛南听完立马叫停了玛利亚，等等，我是剑士，不应该只擅长剑术就行了吗？难道剑士也能用魔法吗？玛利亚听完一愣，每个想入学菲利普斯的学生都必须做到使用魔法，这是最基本的。你这表情是什么意思？你别告诉我，你甚至连一点魔力都感受不到。洛南满头雾水，感受魔力是跟使用气场相似吗？这一句话彻底让玛利亚绷不住，这家伙简直就是文盲想考清华，做梦，出外面去吧，就现在。说完顺手拿起了桌上的剑，你的剑借我用用，坏了怎么办？赔你3倍。别废话了，快跟我出来，我会给你做一个特殊的训练。魔力是大自然力量的根源，存在于世界的任何角落，但是必须要能感受到魔力才能使用它，并且将它作用在身体的各个部位，所呈现出来的力量就叫魔法，通常需要1年才能感悟。即便玛利亚解释的如此透彻，
洛南却还是不懂。气场仔细看不是也是法力构成的吗？不是，气场比法力更加强大，即使是天才也需要最少10年时间才能练成，而开启了之后会获得比魔法更加恐怖的力量，这就是两者的区别。好了，解释就到这了，准备实战教他使用魔法，但与其说是教他，实际上是想借此机会让洛南知道会魔法和不会魔法的差距，有时候比人跟狗差距都大，从而让他放弃入学的念头。而洛南则是一脸不屑，魔法再厉害，对手也不过是个小姑娘。可下一秒，玛利亚将魔力集中在脚上，爆发出强大的力量，一瞬间便冲到了洛南身前。好快，这就是魔法吗？增幅力量的程度居然那么高，但洛南身体还是本能的将攻击招架，随后稍微用力便将玛利亚推开。玛利亚也愣住，自己明明将魔力都注入到了剑上，为什么是自己被弹开？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很快两人又对剑了几个回合，这时洛南也不想再战，自己的手臂被震得生疼，索性直接开启了气场，一刀挥了下去，却是故意砍偏。玛利亚顺势将距离拉开，你还真是不简单。洛南回过头，你也一样，但是你身体平衡还是要多练。他一边说一边将剑收起，转身就要走。你要去哪？玛利亚不服气，将剑举起。你不会真的以为你赢了吧？而洛南则是淡淡的表示，记住你说过的话，损坏3倍赔偿。下一秒，玛利亚的剑直接粉碎。到底是什么时候？而这时，身为裁判的阿萨姆跑过来碰了碰他，表情好像是对战斗结果一点都不意外。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说完，赶紧向洛南跑了过去，留下了一脸懵逼的玛利亚。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明明连魔力都没有。到了第二天，洛南不仅收到了足够买3把剑的金币，还有满满2个3级包的书。这是什么东西啊？还有1个月就入学考试了，你不需要吗？但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洛南深知商人唯利是图，说着将剑拔出。如果你是想宰我的话，免费，免费！玛利亚大笑，完全免费，我只是希望到时候一起通过测试。洛南听完将剑收起，那好吧，我收下。过了不久，玛利亚跟洛南道别，都帮了你俩那么多，还是不通过我就嘎了你们。洛南笑了笑，当然你应该关心好你自己，考试那天帝都再见。做完了告别，洛南低头看了下自己的手，在这个月的时间里，自己必须要加强体能锻炼，因为这副身体现在实在是过于羸弱。不久后，洛南便回到了家中，自此之后一顿8碗饭，直到把肚子吃撑才停下。这可把姐姐高兴坏了，自己的弟弟总算是开窍了。而到了深夜，洛南便到村庄附近打怪，多余的时间则是看学习资料。洛南很是苦恼，考试就考试，为什么要学餐桌礼呀？虽说如此，他还是将玛利亚送给他的资料全都看完。就这样，很快1个月过去，洛南跟阿萨姆到了菲利普斯集合。这磅礴的像宫殿一样的学院，属实是将阿萨姆惊呆了。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嘴里赞美的话不绝于耳。阿萨姆，你在干嘛？炫耀你乡巴佬的身份吗？对不起，洛南。阿萨姆看着洛南就呆住，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他好像大了一拳。见状，洛南却是直接给了他一拳。别发呆了，快走吧。在这个时间，他应该也会在这，而年龄也应该跟自己差不多。剑圣舒利芬被誉为最强剑客的人，或许会在测试中遇到他。这是一颗诡异的坤弹，自弹下起便充斥着榴莲般臭味，因此遭到阿萨姆嫌弃。但殊不知这弹价值连城，虽是蓝鸟所生，但却不能孵出鸟，而是根据孵化环境的不同，孵化出匪夷所思的强大幻兽。这便是小鸟主人给出的答案。原来洛南2人来到菲利普斯的时候，旁边的阿萨姆突然提起了蓝鸟，洛南便拿出了那只羽毛，他可以定位到蓝鸟位置，但没想到他却是直直的朝天上指去。洛南傻眼了，但是他很快就锁定了教学楼最高层的楼顶。而另一边，马伦刚想打开窗户透气，没想到面前却出现了一张脸，他瞬间被吓傻，因为自己是在30楼的顶层。随着洛南2人的闯入，马伦抱着蓝鸟瑟瑟发抖了起来。你们要干嘛？休想打蓝鸟的主意！直到洛南拿出了那只羽毛，马伦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你们是救他的英雄。马伦知道了之后，赶紧招呼2人入座。实在是不好意思，在2位面前出丑了。没事，洛南说着便捏住了阿萨姆的脸。如果非要有人背锅的话，那都怪这个家伙，是他用心灵感应将我们送上来的。而被捏住的阿萨姆只能拼命反抗。明明是你叫我的，没想到鸟的主人竟然是诗人，并且还是菲利普斯的教授。马伦听完尴尬的挠了挠头，我也没想到我们的英雄竟然是入学者，早知道的话就可以给你们写一封推荐信，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如果你们真的失败了，我可以。洛南打断了他，很好，但我们目的不是这个。说着他将手伸进了口袋，掏出了那颗蛋。这是什么？你的蓝鸟在我手上拉的。马伦接过了蛋开始端详，表情却越发紧张。不就是一只普通的鸟下的一颗蛋吗？这表情是什么意思？马伦听完摇头否认，它是传说中的梦幻鸟，下的蛋自然也不是普通的蛋。如果吸收了火属性的魔力，它可能孵出一只不死凤凰。如果在怪物的巢穴里，也可能以怪物的方式呈现。马伦边说边露出了惊恐的表情。而这颗，我现在能从里面看到无数种魔力在相互缠绕，相互追逐，像是在冶炼金属一般疯狂。洛
南听完愣住了，天啊，不愧是教授，居然能给一颗蛋赋予那么多种意义。与此同时，马伦的表情开始严肃了起来。我想这颗蛋应该留给你好好照料，虽然非常的珍贵，他一生也只能下一颗，但他选择下在你的手上，我们应该尊重他。蓝鸟听完高兴的手舞足蹈，像是在认同马伦的话。而另一边，洛南将蛋拿了回来，我没意见，我也想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随后洛南起身就要走，却被马伦拦住，因为蓝鸟叽叽喳喳的叫，好像在提醒着什么。片刻之后，马伦便从柜子里拿出了一个卷轴，这个给你，它可以帮助你孵化。两人看到都一头雾水。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开始考试的时候，洛南百无聊赖地跟玛利亚抱怨，自己已经等了快1年了，还没轮到自己，而玛利亚却不以为然，考试都是这样，不过要是我们的小可爱在这里就好了，就不会那么无聊。他是魔法师，在别的地方测试，如果他一个人不哭的话，我会很高兴。就在他们贫嘴的时候，考官叫到了洛南的考号，很快他便要起身前去。别紧张，照我说的做，没过的话就别出来了。洛南摆了摆手，我知道了，感谢你由衷的祝福。随后转头露出了坚定的表情，我马上就回来。很快洛南便来到了考场，而眼前的是菲利普斯的5个教授，中间的是校长大法师克拉蒂尔，旁边是剑术教练大剑师内比罗斯。光是站在他们面前，洛南就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压迫感，但是他没有过多迟疑，跟教授们鞠了个躬。你们好，我叫洛南。你好，眼前的那个假人便是你今天的对手，你有什么技巧对着他施展？洛南看了一眼假人，我没有什么特殊的技巧，就展示一个快速拔刀斩吧，我认为这对一个假人已经足够了。黄毛教授听完就乐了，连魔力都没有的快速拔刀斩就想展开假人的防御，这是哪来的蠢货？白毛教授附和，一个偏远的乡村的土包子，那怪不得他不知道，这是紧密魔法工程的产物，不仅防御力惊人，并且拥有可再生能力，即便是被誉为天才剑士的舒利芬，也几乎没能在上面留下一丁点剑痕。我倒想知道他想给我们看什么。白毛也笑着嘲讽，可能劈成2半也说不定。在两人的嘲笑声当中，洛南摆出了姿势，一道威压从他身上散开。几乎是一瞬间，洛南便完成了快速拔刀斩。我展示完了，可这速度在教授面前根本不值一提，甚至还有点想笑。直到片刻延迟之后，响起了3次金属撞击的声音，校长直接愣住，而一旁的内比罗斯更是直接站了起来，一个闪身冲到了洛南身前，气势汹汹地将剑架在了他脖子上。你的剑术是谁教你的？洛南不解，你在说什么？哪有人教我？于是内比罗斯换了一个问题，我刚刚的动作你看到了吗？看到了，你是很了不起的，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剑拔出，并且挥出了3刀。闻言的内比罗斯情绪缓和了一点，对，就跟你展示的那样。随后话锋一转，但是你这个傲慢的家伙，用你那愚蠢的剑术，还故意将最后一刀放慢，以防我们看不清楚是吗？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洛南听完人傻了，因为自己放慢第3刀的原因是要将力量降到最低，以防伤害到自己的身体，并不是看不起教授。但是看着眼前愤怒的内比罗斯，这个解释显得多么苍白无力。校长无言，只能尴尬地将眼神挪开，而这对活宝人傻了。作为教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看到点什么？片刻之后，内比罗斯收起了剑，慢慢地走回座位。以后我会亲自教你。回到了座位之后，他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一旁的校长看着愤怒的内比罗斯，细细地回想他说的话，亲自教。校长懂了，内比罗斯已经把这个孩子当成弟子了。转过头就对洛南说，孩子，你通过了，但是我们还得问你一个问题，你来菲利普斯皇家学院是为了什么？洛南听完将头低下，往事开始浮现在脑海里，随后脱口而出，不留遗憾，但是更准确来说是不让姐姐留遗憾，让洛南上学一直是他的心愿。回答完之后，洛南便离开了考场。不留遗憾吗？校长笑了笑，那还真是麻烦，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教。而一旁的黄毛赶紧八卦的将头凑了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校长你跟奈比罗斯都那么大反应？那个孩子耍了什么花招？花招吗？不，更准确来说，那个应该叫天赋。而另一边，被洛南斩击过的假人直接裂开，随后掉落在了地上。2个活宝人傻了，因为一刀斩断假人是每一位考生遥不可及的梦想，没想到真的能有人完成。而另一边，洛南在外面呆呆地站着，回想起刚刚发生的事情，那位拿剑的女士，就算是过去的自己，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战胜，所以自己来菲利普斯皇家学院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在这里，自己肯定能学到很多上一世不知道的知识。洛南笑了笑，随后往考笔试的地方走去。接下来是笔试，对于看了整整1个月书的自己来说，肯定是很简。洛南考完人傻了，这他喵的是什么鬼？这种题目是人能做的吗？而另一边的玛利亚看到他这副模样就呆住了，这家伙在搞什么？不是整整看了我给他的书1个月吗？怎么还能考成这样？这个旁边的阿萨姆扭扭捏捏的开口，你给了2个背包的书，一个是武者科目，一个是魔法师科目，他好像拿到魔法师的那个背包了。玛利亚听完人傻了，真的会有那么蠢的家伙吗？连自己看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就这样不知道过了多久，玛利亚都忍不住了，将洛南提了起来。好了，别再抱怨了，实践考试的比重占得多，我相信你没问题的。而另一边，考试成绩很快就出来了，所有人都赶紧目不转睛地盯着，渴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上面。阿萨姆通过，实践第12，笔试第1；玛利亚通过，实践第9，笔试第9。得到结果的2人对视了一眼，愣了2秒半之后，便高兴地相拥在一起。我们通过了，你看你笔试竟然是第1名，虽然是有3人并列，但是小可爱，
你也太了不起了吧！阿萨姆被夸得只能傻笑，我只是运气好。随后玛利亚转过了头询问洛南，可眼前的一幕好像不太对劲。洛南面如死灰，我没在上面。两人傻眼了，不可能吧？你再把眼睛睁大点看看，我已经看了30遍了。但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阵爆炸声，赫然是一只凤凰现世。随后他仰天长啸，发射出一个火球，却是直直的朝洛南砸去。一阵爆炸过后，几行大字赫然显示在洛南面前：洛南毕业，实践第一，笔试第5712。那这么说，我们都通过了，太好了！但是洛南很快就想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如果我是第一，就意味着那个家伙排在我的后面，那可不妙。洛南顿时感到身后传来一阵凉飕飕的杀意，而身后缓缓走来的正是剑圣舒利芬。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在剑术方面超越他，你就是第一。可洛南并不想生事端，我是第一吗？我不知道，别再装傻了。洛南听完却两手一摊，你说我是第一，我就是第一吗？我还说我是陈浩南呢，你有什么证据吗？舒利芬听完冷笑一声，并以极快的速度一刀挥向洛南，却被挡下。这就是证据，不是第一不可能接下我的剑，接下来你得证明你的剑术在我之上。洛南有些生气，本以为能糊弄过去，可没想到这家伙还是一点都没变。那你就看好了。洛南纵身向后一跃，拉开距离，并且挥出一刀。舒利芬一愣，一刀怎么会有3条剑气？随后抬手便将攻击挡下，但是这强悍的力道却让舒利芬的手止不住颤抖。怎么样，你现在高兴了吧？洛南本以为舒利芬会就此放弃，可没想到他却再次向洛南攻来。今天我们必须死一个！洛南慌了，连忙劝他冷静，可舒利芬的眼神却越发凶狠，随后的攻势也越来越凌厉。这也正是洛南害怕见到他的原因。这家伙对剑术太过痴迷，再这样下去，他恐怕就要使用他的气场暴风雨了。到时候气场跟气场之间碰撞将难以平息，没有办法，洛南只好转身就跑。舒利芬见状更加生气，你在干什么？战斗的时候怎么能背对敌人？可没想到洛南却是跑到了阿萨姆身后，将他架在身前，而舒利芬见状也不敢再贸然进攻。你这个懦夫，竟然拿女人当挡箭牌！洛南冷笑，果然这家伙什么都没变，还是把骑士之道看得比生命还重。随后洛南便肆无忌惮的一拳砸了过去，直接将舒利芬的鼻梁砸伤，他也因此失去了战斗力。见状，洛南赶紧叫上阿萨姆跟玛利亚，一溜烟便跑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了一个傻眼的舒利芬。而就在这时，菲利普斯皇家学院的保安也闻讯赶来，看到这一幕，他马上就慌了，怎么会有人敢伤皇室家的少爷？便立马开口询问，请告诉我犯人的样子，我们马上去将他抓来。可舒利芬却让他不用在意，别当我是少爷，我现在是以入学者的身份，还有我们是公平决斗。说完，舒利芬拍了拍身上的灰尘，你们不用管，我自己会处理。随后他将头低下，可竟然看到自己的剑出现了裂痕，怎么可能？这把剑是由大陆最高级的材料打造，坚硬无比。随后舒利芬便露出了笑容，有趣，陈浩南吗？我记住你的名字了。到了第二天，洛南跟阿萨姆便来到了郊区的森林，因为他们要找到那条传说中的河流。可洛南看着地图找了半天，却都没有找到。我发誓地图上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可把阿萨姆累傻了，可他更在乎的却是昨天的那件事，因为舒利芬是大公爵家的继承人，你不怕他报复吗？你可是将他鼻子都打伤了。可洛南却毫不在意，他人好得很，只是对剑术太过痴迷。他有着自己的信仰和原则，从不恃强凌弱，可以说是完美贵族的典范了。我猜他会说我们是公平决斗，不然我们早就进监狱了。阿萨姆点头确认，说的也是。但洛南却停下了脚步，因为他们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费尔南多泉，被誉为魔力的静脉。在这里，石头能吸收魔力变成宝石，杂草能吸收魔力变成草药，因为魔力浓度异常的高。但洛南却没有任何感觉，他只是单纯照着马伦教授的意思来这里孵蛋而已，让这颗蛋吸收更多的魔力，从而孵化出更强大的幻兽。但是突然，阿萨姆隐隐约约感受到了一丝不安。洛南，这里为什么那么安静？教授说过这里魔力充沛，会有无数动物在这里筑巢才对。经过了提醒，洛南似乎也明白了点什么，随后便起身向森林深处走去。阿萨姆，我们走。这里不仅安静，甚至在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腥臭味。洛南笑了笑，看来他们来的比我们早。下一秒，树林中就有5支箭矢急速向着洛南射了过来，并且每一支箭上面都附带着充足的魔力，以此进一步增强箭矢的射速。好在洛南反应及时，刹那间便使出拔刀斩将其击落。该死的家伙！洛南缓缓地朝那个方向走去。阿萨姆，你找个石头躲起来，别被射成豪猪了就行。提醒完之后，洛南气场全开，以爆发性的速度冲了过去。而在3000米开外，是5名卡利波罗的成员，分别是4只野狗和1只为首的猎狗，一刀就斩下5只充满魔法的剑士。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猎狗紫毛顿感不妙，迅速吩咐手下向四周散去，想以此夹击洛南。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为了将他们一网打尽，洛南竟然开始大喊：停止你们的攻击，蠢货们，我是你们的盟友。紫毛听完就愣住了，这蠢货骂谁？见他们还是有所怀疑，洛南继续忽悠：我是阿达玛分支最年轻的猎犬安于特。听到这，几人才重新回到了一起，但是紫毛还是有所怀疑，这毛都没有长齐的小子，什么身份？跟我用一样的名号。虽说如此，但是洛南又能清楚地说出他们内部的事情，所以这让这群人非常纠结。然而这些事情
其实是在上一世讨伐巨人的队伍中知晓的。其中有一个叫安于特的人，他在卡利波罗的位置达到了恐怖的狼，甚至比猎狗都要高出一级，所以他经常在军营里炫耀他光辉事迹，特别是他们偷猎用的剑。洛南到现在还是记忆犹新。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那为什么不叫你们的狼出来谈谈啊？说完，洛南便露出一脸坏笑，像你这种蠢货做不到，不代表我做不到。紫毛听完勃然大怒，直接将洛南提起就准备刀了他，可洛南却双手一摊，开始装无辜。像你这样动不动就要刀人的家伙，你不会有好下场的。好在这时手下将紫毛拉住，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杀了他必定会跟阿达玛分支发生冲突，我们应该让狼来做决定。这沸沸扬扬的吵闹声也正惊动了不远处的狼，他拖着2.5米的身体走了过来。不是告诉你们狩猎的时候要安静吗？强大的压迫感下的众人都不敢动弹，只有紫毛一个人走向了光头狼，并且将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光头听完便冷静了下来，这片森林是我们德米尔的地盘，你来这干嘛？洛南一笑，终于将狼头引出来了，是吗？那可能是我。洛南趁其不备一刀斩杀4只野狗，随后一个箭步冲向光头男，刀光一闪，光头落地，可洛南却唯独留下了紫毛。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不会有好下场的。片刻延迟之后，紫毛的手指全部断开，强烈的疼痛席卷而来，他立马痛得跪倒在地，迟迟站不起来。见状，洛南将地图丢给了他，把你们的分支的位置全部标注在地图上面，我就会放过你。紫毛有点迟疑，自己背叛了同伙，同样不会有好下场。可一抬头，洛南恐怖的模样就让他彻底折服。我写还不行吗？洛南看了看自己手中一尘不染的黑铁剑，就用你的手指写，那是我特意给你留的。不久后，紫毛将位置全部标出，并且交给了洛南。很好，标得不错，非常清晰。紫毛听完颤抖的将头低下，你答应过我的，你会放过我的对吧？与此同时，洛南缓缓地将地图收起，迅速拔刀斩下，将紫毛一分为2。当然不会放过你。洛南一人团灭了偷猎小队，一个都没放过，因为在不远处密密麻麻都是他们犯下的罪证，无论体型大小的动物全部惨死。阿萨姆看到隔夜饭都吐出来了，但是他还是担心洛南的行为是不是太过残忍。他们一伙都是要处死的通缉犯，我们是在做好事。洛南说完将头低下，而眼前躺着的赫然是蓝鸟的尸体，竟然连他都死了。法伦教授看到得有多伤心。而就在这时，兜里的蓝鸟蛋竟然在开始震动，洛南赶紧伸手准备将它拿出来，这小家伙肯定是想见他妈妈最后一眼。而旁边的阿萨姆却突然惊慌失措了起来，那边洛南，那是什么东西？阿萨姆吓得全身颤抖，朝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动物们的血液竟然都一点点向空中漂浮，并且汇聚到了一起。眼看着血块越来越大，洛南立马将手放在了剑上，摆出了战斗姿态，因为这种情况就连他都没有见过。可就在这时，手中的蓝鸟蛋却自己挣脱开来，慢慢的飘到了空中。下一秒，所有的血液都开始围绕着蛋在疯狂旋转，并且被大口大口的吸收，就连远处的也不约而同的汇聚了过来。阿萨姆见状，立马害怕的躲到了洛南身后，要不我们回去吧。而洛南却两眼放光的盯着那颗蛋，我不知道它里面的是什么，但是一定很不平凡。2分半后，蓝鸟蛋似乎已经吃饱，血液漂浮在空中也不再吸收。洛南呆呆的看着他，傻眼了，这真的有变化吗？却不料下一秒，蛋壳上竟然开始出现了一道裂痕，并且迅速朝其他地方扩散。洛南大喜，他终于要孵化了，让我们睁大眼睛好好看清楚这不平凡的大家伙。但是没等洛南看清，便受到了他的当头一击。好快，那是什么东西？洛南痛苦地捂住了鼻子，而眼前的竟然是一只黑不溜秋的奇怪生物，这怎么看都不像一只鸟吧？难道它是一条龙？洛南听完就傻了。阿萨姆，你认真的吗？对啊，这跟我在书上看到的描述一样。过了一会，洛南又傻了，那蓝鸟这家伙到底是跟谁配对，能生出这玩意？洛南试着伸手去摸，而小家伙也很配合，用头开始蹭他的手指。可洛南一想到这家伙弄伤了自己的帅脸就生气。阿萨姆，今晚加菜。小家伙一愣，赶紧使用出了治疗魔法，将洛南的伤全部治好，并且飞过去开始蹭洛南的脸。洛南这才原谅了他，这小家伙竟然有治疗能力，身上到底还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秘密啊？阿萨姆两眼放光，我们先给他取个名字吧。但就在这时，小家伙似乎察觉到了什么，脸色一黑，突然猛然朝一个方向冲去。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我们快跟过去。而小家伙在追击的目标原来是幸存的偷猎团伙成员，可怜的他只是去上个厕所，回来发现家没了，并且他躲在一旁目睹了鸟蛋孵化的过程，直接吓傻，赶紧不要命的逃跑。但是跑了那么久，终究还是被速度惊人的小家伙给追上。偷猎者受到了惊吓，被脚下的树枝绊倒。小家伙见状，立马使用能力将他伤口上的血液吸收了过来。停下，西塔，你会杀了他的。洛南的声音突然响起。阿萨姆有点疑惑，西塔，这是你给他取的名字吗？对啊，喜欢吗小家伙？西塔听完蹭了蹭洛南，表现出了一副异常高兴的样子。随后洛南将目光转向了偷猎者，
你还好吧，安于特？偷猎者被吓得跪倒在地，托你的福，我没事。但是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洛南听完，将剑架在了他的脖子上。这个你不需要知道。剑坛的偷猎者先生，原来这个家伙正是洛南上一世军营里炫耀自己偷猎的那位。安于特听完立马否认，不，我只是个跑腿的，这是暂时的，你以后会爬到更高的位置。随后洛南一笑，我要你帮我一个忙。洛南在小西塔孵化之后，便回到了帝都，但是却顺手做了一件事情，让他们发了大财。原来是两人收集的费尔南多泉水拥有充沛而纯净的魔力，所以被玛利亚的父亲以天价收购。我们得去感谢一下马伦教授。阿萨姆兴奋地表示，洛南也同意了，因为毕竟还要把蓝鸟的死讯也告诉他。但是刚刚来到办公室就吃了个闭门羹，马伦教授竟然商务出差去了，要很久才会回来。没有办法，两人只好先离开。但在途中，阿萨姆又开始八卦，洛南，你要用这笔钱做什么？洛南听完陷入了沉思，自己是实践第一，所以全额奖学金，无需再支付1分钱学费，再加上后天就是入学典礼，根本就来不及花这笔钱，所以洛南便将姐姐伊利接了过来。乡下来的姐姐哪里见过这种世面，不是被建筑的宏伟震惊，就是被没有见过的东西吸引。但她更在意的是她的弟弟怎么又变瘦了，是不是又没有好好吃饭？而洛南还是不厌其烦地解释自己过得很好，让她不用担心。随后洛南迫不及待地拉上了姐姐的手，快走，我要带你去个地方，那里非去不可。2分半后，姐姐傻眼了，知道最近弟弟赚了不少钱，但是也用不着来香奈儿这种奢侈品店吧。而洛南却一点都不心疼，再三跟店员确认这些都能送到家对吧？店员听完笑得合不拢嘴，别说乡下，菲律宾都给你送过去，因为这件裙子已经是洛南买下的第15件商品了。姐姐也不敢相信自己那个爱摆烂的弟弟现在竟然已经有出息了，随后他便兴奋地跑了起来。洛南慌忙劝他冷静，我们走吧，去铁匠铺，我的剑被一个混蛋。话还没说完，洛南一推开门就看见舒丽芬那张脸，洛南被吓傻，你怎么会在这？你是跟踪狂吗？舒丽芬听完开口解释，我是在取我新买的剑，我的剑被你弄残了，你不会不知道吧？舒丽芬的眼神越发凶狠，所以不要污蔑我。而洛南也不甘示弱，跟踪狂就是跟踪狂，少找什么借口。说完，洛南愤怒地拔出了剑，要让我给你看看什么叫残缺的剑吗？舒丽芬也将手搭在了剑上，主意不错。就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姐姐却挡在了两人面前。洛南傻眼了，姐姐你搞错了，那边那个才是混蛋。而姐姐却不以为然，开口训斥洛南，我告诉过你不许讲脏话，你现在还敢顶嘴？随后便转过了头，为弟弟的鲁莽而向舒丽芬道歉。但是这一幕却让舒丽芬的心脏在疯狂跳动，仿佛陷入了温柔乡。从来没有哪个女生能让自己如此心动，所以舒丽芬便将全部过错都揽到了身上，并且承诺会负责。真的吗？你人真好。说完，姐姐一把握住了舒丽芬的手，洛南有你这样的朋友真是太好了，你会好好照顾洛南的对吧？舒丽芬小脸一红，那当然，首先我会赔给他一把剑。舒丽芬说完摸了摸胸口，但是却发现并没有带钱，所以便拿出了家族徽章，这是我们家族的象征，用这个代替，你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如果你想要买剑，就去瑞西街那家铁匠铺，他们有500年历史，不过平民是进不去的，但是有了这个你们就可以进去，我希望他们可以给你打造一把好剑。说完，舒丽芬便颤颤巍巍地离开了这里，而洛南就傻了，这真的是我认识的那个舒丽芬吗？他知道他自己现在在做什么吗？这个格兰西亚的家族徽章甚至可以买下一整座村庄。不久后，入学典礼准时开启，校长克拉蒂尔率先开口，入学典礼现在正式开始，欢迎各位787届的天才们。接下来就是校长漫长时间的演讲，让洛南都不禁开始打哈欠。但是突然，校长停止了演讲，打了一个响指，却让在场的天才们都惊讶万分，因为在天空之上赫然出现了一道空间裂痕。原来这就是菲利普斯校长的实力，而他也只是笑了笑。欢迎参加入学典礼，各位天才们。还不等众人反应，下一秒，校长便将他们传送到了决斗场。而现在要举行的是入学新生和大二学生的见面会，与其说是见面互相认识，但是更多是比试分出个高低，胜利者将会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一边是新生代的洛南和剑圣舒丽芬，而另一边是上届舞者系前4名的强者，第1名内斯多，第2名巴拉马，第3名卡伦，第4名艾琳娜，每一个都拥有不俗的实力，且擅长的作战方式各有不同。所有人都期待着这场紧张的比赛。在这个天才盘踞的学院，到底谁才是全院第一？这是一场非常有意义的决斗，不仅可以分出胜负，更是可以了解彼此的优缺点。校长在台上大声宣告着比赛规则，你们可以自由选择1对1挑战对手，但是这对新生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所以你们也可以选择放弃。随后校长又贱兮兮的在后面加了一句，放弃其实并不可耻。洛南听完就怒了，校长这家伙分明是在拐弯抹角的看不起我们新生，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那不如借此向姐姐证明自己在学校不会被人到处打。洛南灵光一闪，摆手叫停了校长，我可以提一个建议吗？既然可以自由选择，那他们一起上吧。洛南的话让老生们都愣住，眼神里充满了震惊，还有一丝愤怒。这小子属塑料袋的吗？而这种事情在菲利普斯学院历史上也是第一次，所以校长便和几名教授一起商榷。2个活宝都不知所措，只有内比罗斯极力赞成，他也想看看这小子到底还有什么底牌。
继续，如果事情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我会出手干涉。眼见内比罗斯对控制事态有充足的把握，校长也只好无奈的同意。比赛继续，第一场，洛南对战大2级4人。观众席上的姐姐听完慌张了起来，连忙朝着洛南大喊：“你要小心！”感受到有危险之后，立马放弃。而洛南只是笑了笑，挥手示意姐姐不用担心。随着校长一声令下，比赛开始，内斯多便以肉眼难以察觉的速度冲了过来。洛南俯身躲过，这家伙的速度明显要比那时候的玛利亚高出数倍。随后第4的艾琳娜也双持短刀攻了上来，几次攻击皆被洛南格挡。趁着洛南的视线被艾琳娜遮挡，卡伦也借机一枪刺了上来。洛南眼见躲避不及，迅速提剑格挡，但这强悍的力道竟然能让洛南都飞出去几米。但是更危险的还在后面，因为此时在洛南身后，巴拉玛早已经举起了巨剑。记住，下辈子别再说这种话。本来还想跟你堂堂正正打一场。巴拉玛边说边全力将剑劈下，这一刀又快又狠。而其余的3人也已经做好了后续的攻击准备。真是厉害，这默契程度最少练习了2年半，连洛南也不得不连连夸赞他们的合作水平。但是一眨眼的功夫，洛南便从几人的眼前直接消失，让他们扑了个空。这是什么速度？还不等艾琳娜惊讶，洛南又以极快的速度冲了上去，随后分别在3人身上都留下了沉重的一击，将他们击败。而接下来便是2届最强剑士之间的决斗。巴拉玛期待不已，立马持剑冲了上去。但是在洛南挥剑的瞬间，他竟然在洛南的身上看到了内比罗斯教授的身影。这家伙气场都已经达到教授那种水平了吗？就在巴拉玛惊讶的瞬间，刀光一闪，洛南已经完成了斩击。等巴拉玛再回过神，手中的巨剑早已经被洛南击碎。而洛南只是笑了笑，眼神挑衅地看了一眼教授们。原来洛南的气场甚至已经达到了学院教授的水平，而他挑战4人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向姐姐证明自己不会被欺负。在洛南取得胜利之后，现场沉寂了几秒，随后便爆发出惊天情况。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结果，一个新生竟然战胜了高年级前4的高手。听着响亮的欢呼声，战败的4人却呆呆地站在原地。内斯多看着手里的断剑，心里却是输得心服口服。他明白自己跟洛南根本不在一个层次，而大块头更是绝望地跪在了地上。可洛南的想法却跟他们完全不一样，赢了他们，姐姐就不会担心我在学院被人打了吧。随后他便将目光停在了姐姐身上，只见姐姐激动地拽起了无辜路人的衣领，看到了吗？那是我的弟弟。路人一脸生无可恋，而台上的洛南思考了片刻，索性演戏就演到底。他缓缓地走到了4人的跟前，彬彬有礼地将手放在胸前，甚至还弯腰到了90度。谢谢你们接受我的挑战，我今天学到了很多。这一幕直接将阿萨姆看傻，洛南在干嘛？他是吃坏肚子了吗？而4人也面面相觑，没想到这家伙实力强劲，还这么有礼貌。大块头巴拉玛兴奋地跳了起来，随后更是握住了洛南的手。你没必要那么谦虚。说完，将洛南的手一把举起，你是胜利者。而2人这有说有笑的画面，更是让姐姐确信洛南已经长大，甚至都已经能跟学长搞好关系了。而在台下，一名紫发女子将这一幕看在了眼里，嘴角微微扬起。他还真是个有趣的男孩。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晚上，学院为新生入学准备了宴会。眼前的一幕让阿萨姆看呆，只是一个宴会就能那么豪华？而玛利亚听完只是笑了笑，因为这种场面对她太过平常，随后便大口大口地吃起了肉。而阿萨姆却又开始八卦，你把你姐姐送走了吗？是啊，她在临走前还一直叮嘱我要好好吃饭，不要跟同学打架。我说了好久才让她安心回去，为了她的安全，我甚至还派了西塔保护她，毕竟她是一条龙。阿萨姆听完面露喜悦，你还真是个贴心的弟弟。而洛南解释完这一切，便拿起了一块鸡腿，刚想往嘴里送，却不料舒丽芬悄悄地出现在了洛南身后。你现在真的可以安心吃东西了吗？洛南，舒丽芬的出现把洛南吓了一跳。洛南瞬间暴怒，你这次又要干嘛？没干嘛，只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洛南一脸不解，这吃喝不愁的富家公子还会有重要的事情？舒丽芬点了点头，随后拿出了一个小本本。伊丽小姐住吗？离这里远吗？洛南汗颜，而舒丽芬还在连环提问，回家的路况如何？安保条件好吗？路上会有强盗出没吗？这一连串的问题让洛南脑子顿时转不过弯来。这就是你口中重要的事情？而舒丽芬见状却更加严肃，我相信你应该给她安排了贴身女仆，还有一支实力不俗的雇佣军保护她吧？又或者你不会什么都没做吧？那还真是糟糕。洛南听完立马生气的反驳，我已经派了一只飞龙保护她，飞龙比任何雇佣军都强。可洛南的这个回答却让舒丽芬忐忑不安。飞龙，她不会伤到伊利小姐吧？面对舒丽芬的关心，洛南却丝毫不领情。她是我的姐姐，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以为你是她什么人？这个问题直接把舒丽芬难倒，支支吾吾半天没说出一句话。就在这尴尬时刻，一位紫发女子走了过来。多么有趣的一幕，格兰西亚的少爷竟然那么健谈。而舒丽芬听到这个声音，立马就露出了嫌弃的表情。你又来找我干嘛？眼前的这个女子正是新生魔法系第1名的伊丽莎白·阿卡露西亚。只见她笑了笑，别误会，我找的不是你，而是洛南。舒丽芬听完松了一口气，我的话说完了，你想找谁找谁。说着便准备漫步离开。
可走了几步却又停了下来。我想我应该派点格兰西亚卫兵去保护他，就一个师。可洛南听完却让他赶紧消失。片刻之后，阿萨姆拉了拉洛南的衣服，神色惶恐地看着阿卡路西亚。那个人，他很强，碾压性的强，但是面对已经失去战斗力的对手，他却还是丝毫不手软。这做法我不认同。阿卡路西亚听完却露出了无辜的表情，那只是给他一点教训。随后阿卡路西亚立即换了一副面孔，将手伸进了胸口，掏出了一块紫色的胸针，随后递给了洛南。我想跟你做一个交易，这个家族不靠血脉维系，而是纯靠个人实力，只有实力强悍的人才会收到邀请。洛南收到了邀请，却是呆呆看着手中的信物，因为在上一世也有人曾递给了他这样一枚胸针，邀请他加入，那就是大司令安德山·阿卡路西亚。他自信满满的向洛南表示，以你的实力，通过族长的试炼简直轻而易举。伊丽莎白看着发呆的洛南，我相信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相信你会做出明智的选择。说着便转身准备离开，但随后却又转过了头。狼在羊圈待得太久，也会变成羊。说完便带着几个小弟离开。阿萨姆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而洛南虽无意加入，但他却对阿卡路西亚家族那个神秘的古堡感兴趣，因为那里可能会有关于巨人的线索。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入学的第一天，在这个实力至上的菲利普斯皇家学院，入学考试的成绩不同，受到的待遇也是天差地别。成绩中游的学生住在内迪亚大厅，不仅单人单间，甚至还有自助食堂，而排名后30%的人就惨了，全部人都要挤到一栋木质的小房子里，其中也不乏一些贵族家的少爷。通常在第一天他们都会大闹，我们要单间，我们要仆人，而老师都会耐心地跟他们解释，这些都没有。想洗澡的话，大厅里有公用的澡堂，并且如果你们再不好好学习，下学期还是住这里。再见，少爷们。说完便转身离开，只剩下贵族的少爷们像看鬼一样看着对方，而包括洛南在内的前10%的精英们，他们住在内巴多泽大厅，这里只能用一个字形容，金碧辉煌。连洛南都看呆住了，他甚至能想象阿萨姆看到合不拢嘴的样子。正当洛南在欣赏的时候，桌面上的文件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一些课程的介绍还有申请表。精英们有权利选择自己想上的课程，但是像洛南这种文盲，这里的每一门课程他都十分好奇，但是听说大一最好不要选太多的课程，这让洛南陷入了纠结。然而最终好奇心战胜了一切，不管啦，看起来好玩的全部选上。填完之后，洛南满意的看着桌面上的申请表，他几乎把2/3的课程全部选上。既然我是天才，那就应该随心所欲。但是很快他就后悔了，刚上了剑术基础课不久，老师便一脸严肃地盯着他，洛南同学，你可以毕业了。洛南一脸不解，搞什么？这才刚刚开始，同学，这也是我想说的，刚刚开始，你丫的就把全部剑术技巧都完美的展示了一遍，如果让你待在这，其他同学会怀疑人生的。说完，老师便给他送上了今天的第一个赞，随后还有攻术课老师的第2个赞，狩猎课老师的第3个赞，这让洛南十分抓狂，因为无一例外都把他赶了出来。没有办法，洛南只好坐在河边怀疑人生，但身后却响起一道声音，这位眼熟的同学，你不应该在上课吗？来人正是学院的内比罗斯教授。我知道了，你是把课程都学完了吧？洛南听完支支吾吾，是吧？所有的课程都只有这种水平吗？跟我想象的差远了。虽然内比罗斯知道这家伙很出色，但是要在第一天就把课程学完还是很困难。即使这家伙有着离谱的学习能力，单单是看我一眼就完全复制出了我的剑术。随后内比罗斯卸下了剑，既然现在课程已经满足不了你了，说着他便示意洛南交出手中的剑，那我来给你好好上一课。正当洛南疑惑之时，一道充满魔力的剑气从他身边掠过，并且在终点引起了范围不小的爆炸。还不等洛南吃惊，内比罗斯便开口，这就是你这把破剑的极限了，即使消耗了大量魔力也只有这种水平，这根本就不能称为武器。随后内比罗斯缓缓地伸手握住了自己的刀，迅速向前一道斩击，相同的姿势，相同的剑术，却爆发出比刚才强数10倍的力量。溅起的水花甚至让周围都下起了大暴雨。看着一脸震惊的洛南，奈比罗斯只是一笑，你现在知道自己缺少什么了吧？学院老师使用了基础剑术，就让狂妄天才学生认清了现实，只因魔力跟武器的叠加增幅威力，完全超出了洛南的认知。他一直都认为武器不过是一种消耗品，而没有魔力也不会影响自己的实力。可没有想到，奈比罗斯用自己的好剑比用洛南的破剑，剑术的威力竟然要高出几个层次。明明是相同的剑术，相同的力道，洛南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差距。奈比罗斯开口解释，知道了吧？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一把好的武器，还有要学会如何使用魔力。可内比罗斯也有一件事想不明白，这家伙没有好的武器，也没有魔力，为什么还能展现出那么强悍的实力？而洛南还低着头，沉浸在刚才震撼的剑术当中。这样吧，洛南，你来听我的课。洛南一愣，我可以吗？你是大2的老师，我才大1。内比罗斯转身，我允许就够了。还有，我的条件是别带那把破剑。时间一晃便来到了学院的第一个假期，洛南将内比罗斯的事情告知了众人，并且来到了杰西格兰西亚皇室家族的铁匠铺面前，准备买一把好剑。可刚到这，阿萨姆就发出了质疑，这真的是贵族家的铁匠铺吗？感觉一阵风都能够把他吹倒。洛南听完冒了一把汗，提议进去瞧瞧，毕竟外表看起来破，说不定里面更破。洛南人傻了，这里到处都是灰尘跟蜘蛛网，根本就跟皇室不沾边。可舒丽芬她从来没有撒过谎，
正当洛南疑惑之时，内门竟然探出一个巨大的爪子，谁在打扰本大爷睡觉？随后，一只2米半的狼人赫然出现，眼神不怀好意地打量着众人：“你们来这干嘛？大白天不让人睡觉！”阿萨姆瞬间被吓傻，而洛南也有一点意外，铁匠竟然是一只狼人，见到几人都没有说话，狼人的表情更加凶狠：“你们是聋子吗？”洛南这才把舒利芬给他的徽章拿了出来，并且把来买剑的来意也表明。狼人看了一眼，这是格兰西亚家徽章不错，但是这几人并不是格兰西亚家族的人，特别是粉毛的这只，一点贵族细胞都看不出来，所以狼人便开口刁难：“有家族徽章又怎样？你们又不是格兰西亚家的人，我们只为格兰西亚家人服务。”说完打了一个哈欠，准备回去睡觉，但是突然却又停了下来，随后一脸贪婪地看着阿萨姆：“或者我提一个条件，把这个软绵绵的家伙的一只手臂给我淡淡嘴，也许我就会同意把剑卖你。”阿萨姆瞬间被吓傻，而狼人没等洛南同意，便一步步开始接近阿萨姆，完全没有注意洛南的眼神已经充满了杀意：“你找死吗？”洛南说完便向狼人捅出一剑，直接将他打飞出去数米，但是手上的感觉却很奇怪，像是被某种东西弹开。一抬头，狼人的身上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穿上盔甲，虽然挡住了剑击，但是强悍的力道还是将狼人的肋骨打断。隐形盔甲，好吧，那我把他打碎就好了。狼人听完被吓傻，连忙开口解释：“这只是一个测试，对新面孔的简单测试，测试你的实力，还有我的盔甲强度，所以我是故意惹毛你的。”对于这个蹩脚的借口，洛南显然并不相信。你这个理由编得还挺快。狼人见状继续求饶，最后搬出了要跟舒利芬当面对质，才躲过一劫。然而洛南却并不是因为相信他的话，而是他不想见到舒利芬。随后洛南收起了剑，狼人也笑着跟阿萨姆道了一个歉：“其实我并不吃人，我迪迪克汗是这里的学徒，买剑是吧？我带你去我们的断炉，这里只是我们入口。”随后狼人便把众人带到了里面，并且按下了隐藏的开关。按下的瞬间，地面一阵剧烈的晃动，紧接着便快速下沉。原来这里面有一个隐藏的空间，真正的锻造厂卡帕多基就在里面，帝国最大的锻造厂。狼人对着洛南一笑：“既然你已经通过了我的测试，那你的武器就包在我的身上。”洛南一行人在狼人的带领之下，来到了这间有400多年历史的铁匠铺卡帕多基。狼人见洛南天赋出众，于是决定带他去找老矮人多隆断刀。传闻他是一位有400多年工作经验的老铁匠，帝国不少名剑都是出自他手。狼人自豪地向着众人介绍。很快他们便来到了门前。对于这样一位老前辈，我也是一场。说完，狼人一脚狠狠踹开了大门。洛南人都傻了，这小子比自己还能胡说八道。随后狼人便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了进去。老头，我带客人来了。却殊不知铁匠老头脸上已经充满杀意。迪迪克汗，你这家伙不搞出点动静就进不来是吧？我不是告诉你在我工作的时候要安静吗？而狼人听到却将下巴一抬，骄傲地宣布自己带来的客人是个天才。铁匠听到这话，顿时来了兴致，立马停下了手头的工作走了过来。狼人指了指身后的洛南，就是他，他的剑术绝对会让你吃惊的。可铁匠看着眼前洛南的稚嫩面孔，显然并不相信，于是便提议洛南可以再次展示一番。洛南答应，可他刚拔出自己的黑铁剑，就被老头一把抢了过去。老头盯着洛南的剑，沉默了几秒，随后便一锤子将剑敲断。洛南见状脸都黑了，这可是他从几百把剑中挑出来最完美的一把。你这个死老头，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却不料老头随意地指了一个方向，你拿着这种破剑，我无法判断你的水平，这里的剑比你的要好上1000倍，你随便挑一把我送给你，免得你觉得吃亏。洛南听完一愣，随后拿起了一把自己喜欢的剑，但只是刚拿起的瞬间，他就立马有了和之前不一样的感觉。但是是否剑术威力也会有那么大的差距，他不确定。在跟老头确认损坏了东西不用赔偿之后，洛南轻轻地挥舞着密银剑，做出了使用剑术的姿态。他要使用内比罗斯的那一招，虽然没有注入魔力，可能威力会不及，可随着洛南斩击的挥出，远方的锅炉竟然当场爆炸，并且在路径上的破坏力也远超洛南想象。洛南傻眼了，我说这不是我的本意，你信吗？老头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毕竟是自己说不用赔的。但是让老头感到意外的是，眼前这小子使用的竟然是内比罗斯的剑术，便询问洛南是不是他的徒弟。洛南一愣，你也认识他吗？老头听完点了点头，而他接下来的话更是让洛南震惊。原来内比罗斯手中的剑秘剑乌鲁萨正是老头为数不多的杰出作品之一，并且告知了洛南使用的剑的品质差距，有时甚至会影响对自己的能力的判断。说完，老头轻轻地拍了一下洛南后背，老实说，我已经多年没有见到像你这样的天才了，但是天赋太高这也是个问题，这意味着你很难找到合适自己的武器。首先锻造武器的材料就是个问题，连这把密银剑都抵挡不住你的力量，所以必须要加入更加坚硬的锻造材料辅助锻造。洛南听到这，从兜里摸索了几秒，掏出个东西，正是蓝鸟蛋的蛋壳。洛南一直没舍得扔，他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个好东西。老头接过蛋壳便开始用锤子锻打，可是蛋壳却没有丝毫裂痕，
老头两眼放光，这绝对是制作好剑的不二材料，我可以用它吗？洛南点头，因为这弹壳对他来说已经没有用处了。2周后过来，我会给你准备一把帝国最好的剑。洛南听完满意的一笑，叫上玛利亚跟阿萨姆准备回去，可没想到却被老头叫住，我不能让我们尊贵的客人空手而归，你们2个去找别的大师，报上我的名号，他们会好好招待你的。老头边说边用着痴汉的表情，疯狂地锻打着弹壳，多么美妙的声音！这一幕让3人都傻眼，一致认为这个老头是疯了。而在卡帕多基下面更深层的地下，有2个身穿异服的怪人，竟然在密谋着如何毁掉卡帕多基，昔日万人之下的伟大指挥官，如今再见却忙前忙后像个服务员，甚至还遭人当众欺凌。洛南傻眼了，没想到强硬的铁血娘子也有这样一段令人唏嘘的过往。不久前，洛南在帝国最强锻造师那里订了一把剑，可惜要在2周后才能完成交付，据说那将会是帝国最出色的剑。不仅如此，就连玛利亚跟阿萨姆也都定下了自己的武器，不过价格将会很高，可是他们却并不心疼，甚至还想多买几把，因为付款的人是院众舒利芬。在等件交付的这2周，洛南只能百无聊赖的在学院瞎逛，可走着走着他却停了下来，因为眼前奢华的帆船大厦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依稀记得内比罗斯授课的地点也是在这，他让洛南拿到像样的武器才能去上课，所以洛南便想着拿到了新剑再去。可就在这时，洛南突然感受到了事情有点不妙，内比罗斯已经满脸杀意站在旁边，他缓缓地将头转过去，晚上好，那比罗斯教授。可他二话没说，立马拎起了洛南的耳朵，好久不见啊，小子，我不是告诉你拿到武器之后就要马上来上我的课吗？洛南还想着狡辩一下，可内比罗斯根本不给他机会，拎着他就往教室的方向走。在路上我会替你找借口，你能先放开吗？疼。而他们2人的动静也引起了一个长发女孩驻足观看，却没有想到他身后的家伙已经动了歪主意，故意用身体撞向了女孩，别挡路，走快一点。女孩不明所以，低头跟他道歉，可他却越发来劲。天啊，你走得跟乌龟一样慢，有空的话多去练习一下功课，知道吗 ？Loser。女孩不想起事端，于是选择忍气吞声，因为她本没有机会入学这里。好的，我马上就走。而在另一边，洛南和内比罗斯已经来到了陪练室，我想你们都认识他吧，就是在比赛场上大放异彩那个新生，他叫洛南，从今天开始他会和你们一起上课。洛南鞠了一躬，我是舞者系大一新生洛南 ，Nice to meet you, seniors。下面的人见状开始大声密谋，他真的有那么强吗？看起来挺虚的。而这一切都被洛南听进了耳朵里，但是还好，并不是全部人都有恶意，还有2个和善的老面孔在往另一边看去，甚至舒利芬这家伙也在这。就在众人准备开始练习的时候，一个女孩推门而入，非常抱歉，老师，我迟到了，刚刚在处理一些紧急的事情。洛南听到了之后，一股熟悉感油然而生，这声音是……而内比罗斯并没有计较，你先好好休息一下吧。随后将手指向了洛南，我们刚刚介绍完了一个新生，去跟他打个招呼吧。随后女孩走了过去了 ，Nice to meet you， 洛南，我是大2班级的助教安德山。而洛南只是呆呆地看着，他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再次遇见安德山。阿卡路西亚在巨人入侵时，她拥有无与伦比的指挥能力，是帝国第一个女性指挥官，作风强硬，被世人称为铁血娘子。谁能想到她竟然也有如此温柔的一面？但是从刚刚的情况来看，她并没有上医师的记忆。我应该把那个时候她的请求告诉她吗？但是我该怎么解释呢？洛南看着安德山陷入了纠结当中，而他也一直在忙。这个说你看我姿势对吗？那个说这里的毛巾有异味，他只能一个接着一个去处理。洛南傻眼了，我伟大的指挥官同志怎么在做这些服务员才会做的小事？而就在这时，那个故意刁难安德山的家伙走了过来。新生，我看你在这站了很久了，来跟我来场决斗怎么样？见洛南一头雾水，他又开口解释，我是大3的卡尔丹，听说你在比赛上面表现亮眼，如果传闻是真的，我想向你学习一下。可洛南并没有兴趣，婉言拒绝了他。可那家伙还是不识趣。对了，我好像没带武器。于是他对着安德山大喊，喂 loser， 去把我练习的矛拿来。安德山听到之后连忙应承了下来，而洛南的脸已经黑了下来。loser， 这个混蛋知道自己说的是谁吗？很快安德山就将他的长矛拿了过来，谁知卡尔丹却又故意找图，你个傻子，我已经换了短矛了，你不知道吗？随后更是不顾安德山的道歉，用长矛狠狠地往他头上敲去。你是求教官才进的这所学院，至少应该把这些小事全包了吧。而就在这时，洛南抓住了他的长矛，满脸杀意地看着他，我答应你，我们来决斗。奈比罗斯首次展示气场，就让洛南震惊。没想到光是面对那股气势，他的身体就本能地开始颤抖，感觉像是被一只野兽牢牢地注视着。那种由内心深处产生的恐惧，让他身体无法动弹。就在不久前，回归许久的洛南再一次遇见了大司令，可没有想到，刚见面就发生了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情。一个家伙竟然当着洛南的面，故意找茬欺负大司令安德山。明明自己用的是长矛，却偏偏说成是短矛，并以此为借口打骂安德山。洛南出手阻止，紧接着开口告诉他，自己答应之前提议的决斗，准备给他点教训。可卡尔丹却还是不知死活，开口 CPU 二人，你不是不想决斗吗？不会是为了这个 loser 吧？这么说，你们是两个贱民之间惺惺相惜吗？还没等他说完，洛南就把长矛丢给他，随后用剑轻轻一指，卡尔丹便神色难看的被打飞出去2米半，而手中的长矛也断成了2截。
变成了短毛。此时洛南开口：“这不就是你要的短毛吗？喜不喜欢？”卡尔丹听完勃然大怒，自己比他大2个年纪，又是他这种平民高攀不起的贵族，他怎么敢这样羞辱自己？随后便火力全开，用短毛刺了过去。洛南等了2秒半，直到短毛快命中自己了才出手，仅仅是随手挥了一刀，对方的短毛直接断成3截。是的，我就是敢！卡尔丹人都傻了，但接踵而至的还有1刀、2刀、3刀，每一刀都有1000斤重的力道，直接就让卡尔丹失去了意识。随后洛南还是怒气未消，还好现在是在学院里面，如果是在外面，你真的会死。而在旁边观战的几人一脸错愕，卡尔丹竟然败了。他可是高年级排名前列的学生。紧接着洛南便走向了这几人，因为这几个家伙刚刚也把大司令当成是仆人一般，所以洛南也不打算放过他们。下一个是那个拿毛巾没礼貌的混蛋，有意味不会自己去洗吗？洛南边说边怒气冲冲地向女孩走了过去。助教是你的仆人吗？还是什么？这样一幕直接就把女孩吓傻了。还好这时安德山出言阻止，随后更是挡在了洛南前面。没有上一世记忆的安德山不理解，明明是刚刚认识的人，他为什么要为自己这样一个平民大动干戈？而洛南一字一句地将话说了出来：谁都可以被羞辱，甚至是我，但是唯独你不能。随后洛南脑海里想起前世大司令在巨人入侵时的贡献，至少在这个帝国里，谁都不能对你不敬。说完，他温柔地将安德山推开，而女孩再一次被吓傻。但就在这时，内比罗斯的声音响起：住手！洛南！随着而来的还有一股恐怖如斯的威压，立马就让洛南愣在了原地。不是他不想走，而是身体完全不听使唤，是一种由内心深处产生的恐惧感，像是被一只2米半的大蛇的目光给牢牢地锁住一般。随后安德山威严地看着洛南：对卡尔丹的事我可以不追究，但是你现在必须停止。洛南对内比罗斯的不作为非常不满，并且用力地尝试努力想让自己的身体动起来，而内比罗斯却不以为然，依然死死地盯着洛南。我最后再警告你一遍，你停不停手？洛南也丝毫没有示弱。我也再说一遍。内比罗斯听完有些无奈，那就只能先把这个家伙制服了。随着大蛇张开了血盆大口，洛南感觉到后脑勺传来猛烈的撞击，在睁眼时，他看到了前世的大司令安德山，他义无反顾地接下了前线的指挥工作。虽然他知道在前线的人都必死无疑，但他还是甘心为帝国奉献自己。洛南再一眨眼，周围又换了一个场景，那是8亿巨人现身的最后时刻。安德山笑着转头告诉洛南：请永远都不要原谅我，因为我自私地将保护帝国的重任交给了你。洛南情急之下喊出了大司令的名字，可没想到这竟是一场梦。但是一转头，安德山却真的出现在了眼前，并且满脸焦急地看着他。做噩梦了吗？这是内比罗斯觉醒后的气场散发出来的强大压迫感，能让一切生物都陷入麻痹状态。可是今天竟然因为新生洛南的反抗，他兴奋的不自主的就用了出来。毫无疑问，除了那个白发剑客，这个和他有几分相似的洛南是内比罗斯目前为止遇到的最强剑士。因为在使用了气场之后，内比罗斯能明显的感受到洛南不仅仅是动了，而且还用剑瞄准了自己的脖子。但是好在这时内比罗斯成功将洛南击晕，随后安德山将他送到了校医处。可醒来的第一件事，洛南就关心起了安德山：你没事吧？大司令官？什么大司令官？你在说什么？洛南这才反应过来，安德山没有上一世的记忆，只能嘎嘎的傻笑。话说回来，你是因为我才生那么大的气吗？洛南听完小脸一红，才没有，我是一个十分优雅的绅士，打小就看不惯他们这种行为。可安德山一眼就看出了洛南在撒谎。其实吧，你也不用记恨他们，包括卡尔丹，这是我自找的。洛南有些生气，我不能让他们这样对你，包括内比罗斯教授，你为这份工作尽心尽力，他却看着你被欺负毫无作为。安德山只能苦笑，内比罗斯教授是好人，他不出手的原因是我让他这么做的。想要上这门课程，必须要是剑术天才，而我剑术已经有1年没有突破了，并且法力也是刚刚才领悟，是他给了我这个机会，我不仅不会记恨他，还得谢谢他。洛南听完一愣，因为在上一世，安德山的气场可以说是强得惊人，他也有遇到瓶颈的时候吗？这些小事我都能应付，不过还是要谢谢你，洛南，我已经习惯了大部分，但被打确实挺疼的。洛南听完沉默了几秒，也许这就是你能走那么远的原因吧，到最后成为大司令官。安德山听完一愣，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梦想？是我说漏嘴了吗？虽然这个很难，但是我一定会努力的。洛南听完呆住了，而安德山还以为是自己说话太轻浮了，手忙脚乱地跟洛南解释，虽然这种梦想不切实际，但是我一定不会放弃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它。说着，安德山便看向了自己手掌，这些伤都是练剑时候留下的。可殊不知他的话已经让洛南陷入了两难的抉择当中，一边是上一世安德山的遗嘱，让洛南告诉这一世的他，不要再为了成为大司令官瞎折腾，老老实实的当一个裁缝就好。而另一边，看着这个自信满满要成为大司令官的他，洛南又不忍心打击。直到安德山离开了之后，洛南都没有开口。
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但是好像不管怎么做都是错的。回家后，多隆半夜派了一个鸽子过来，让洛南到卡帕多基取剑。可当他们来到铁匠铺之时，却又连接待的人都没有。洛南有些生气，便一脚把地上的头盔踢飞。玛利亚见状，直言他肯定是有心事，而洛南也不打算再继续等，决定自己直接进去。在洛南的一顿瞎按之后，还真就找到了电梯开关。随着周围一阵晃动，电梯便缓缓下行。可刚下来，洛南就愣住了，因为卡帕多基这里竟然烧起了熊熊大火，而铁匠们也有众多倒在了地上。经过了阿萨姆的提醒，洛南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罪魁祸首，一个高达2米半的石头人，并且还在追着一群铁匠。洛南思考了片刻，撸起了阿萨姆，转头就告诉玛利亚，让他回学院去搬救兵。随后洛南便一跃而下，而旁边的阿萨姆则用心灵感应控制两人下落的速度。而在另一边，铁匠们被追了2分半，终于没有力气再跑。石头人见状，立马举起了双拳，准备将铁匠砸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洛南一道斩击直接摧毁了石头人的手臂。恰巧最近的心事让自己很烦，那就拿你这个家伙来出出气。石头人用仅存的手臂反击，可就在即将命中的时候，洛南却直接原地消失。原来他开启了气场，一眨眼便出现在了石头人的肩膀上，随后干脆利落的一道斩击命中。此刻石头人高昂的护甲就跟纸糊的一样，瞬间就被瓦解殆尽。这一幕让被救下的铁匠眼睛瞪得跟鸡蛋一样大，这小子那么点年纪，怎么会只凭一击就秒了石头人？随后洛南踩了上去，询问老头这里发生了什么。从他们口中得知，原来在不久前，地下突然钻出了几十个石头人，二话没说便开始打砸，任何东西都没能幸免。而更过分的是，他们甚至还将铁匠抓走，而为洛南断刀的多隆就在其中。不过迪迪克汗已经去救他们了，虽然他擅长的是打铁而不是打架。洛南听完暗道不好，随即便吩咐阿萨姆和西塔留在这里救助伤者。那你要去干嘛？阿萨姆突然一句不合时宜的话蹦了出来。洛南转过身朝着石头人撤退的方向。洛南人都傻了，自己肯定是要去救多隆啊，因为剑还在他的身上。而在地下深层，多隆死死地抱着他的神作，虽然很感激你来救我，但是你真的没有必要来。而挡在他前面的正是迪迪克汗，此时他已经重伤，却依旧为老头挡住了石头人。死老头，别废话，快点跑！可老头还是呆呆地站着，你的隐形盔甲应该对他不起作用。迪迪克汗听完怒了，事情都已经那么艰难了，你还要说这些丧气话打击我，有没有用我能不知道吗？你行你上啊，用你怀里的那把剑。可老头听完却抱得更紧了，不行，这是我的代表作，我不能用我这种糟糕的剑术侮辱他。说着他甚至还崇拜了起来。迪迪克汗都无语了，这个对武器丧心病狂的糟老头，迟早要把我们害死。而就在这时，石头人也不打算继续听他俩对话，举起双拳猛然砸下，可这一击竟然被迪迪克汗硬生生地接了下来，但是也将他重创，甚至连隐形盔甲也被打坏。就在迪迪克汗要英勇赴死之际，一道红色闪光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赶来，随后无数道斩击出现，石头人瞬间崩溃瓦解，而洛南则轻巧落地，剩下的就交给我。迪迪克汗见状大惊，你怎么来了？路上不是有无数只石头人吗？洛南回过头淡淡的表示，都解决掉了，这科学吗？我一个都打不过。迪迪克汗听完瞬间乖巧的像一只狼，他应该庆幸当初自己能在生气的洛南剑下存活。把那东西给我，你所谓的代表作不就是给我的剑吗？哦对，没错，虽然嘴上是这么说，可老头心里却有10000个舍不得。给你，不过剑鞘还没有完成，不愧是帝国第一的剑，拿起来的手感就是好，完全感受不到它的重量。那就让他们试试。面对着几只2米半的石头人，洛南随手挥出一道剑气，然而霸道的破坏力却直接将他们粉碎。洛南愣住了，怎么会有那么强悍的力量？而老头的表情足以说明他对这把剑的满意程度。怎么样，洛南，你喜欢这把拉曼茶吗？这是我在占星者那里得到的名字。说着，老头的表情逐渐猥琐了起来。这把剑的重量几乎为0，但是硬度却要远超密银100倍。不仅如此，它还有一个特性，在沾到血时，甚至拥有可再生能力。可以说这把剑完美的契合了洛南的各项属性，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粗暴的剑术会将剑损伤了。洛南对着老头就是一顿猛夸，可把他乐坏了。自己的作品被肯定，这无疑就是老头生命中的意义。可迪迪克汗却打断了他们，现在不是自夸的时候，我们要赶紧离开这个地方。而洛南听完却向更深层走去，你们先走，地下还有更大的老鼠在等着我。迪迪克汗一脸不解，老鼠？你在说什么？洛南缓缓向着石头人的残骸走去，我熟悉石头巨人的习性，他们不可能会成群行动，更不可能主动攻击人类。说完，洛南将残骸翻了一个面，露出了他后脑勺的一个神秘图案。众人见状皆是一惊，这种图案就连活了400多年的多隆都没见过。但是他可以肯定的是，图案上现在还留有魔力的回响，对方正是通过这种手段来让石头巨人变得狂暴。你觉得谁会做这种事情？洛南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但是只要我往更深处的地方走去，就一定能把他们揪出来。说罢，洛南便开始行动，他一边快速朝着深处前进，一边留神观察四周的环境。果然，在石头巨人的脚印旁边，他发现了其中混有人类的，并且是2个不同大小的脚印。再往前走，洛南甚至还发现了魔力感应石，但是这对没有魔力的他
显然起不到任何警报作用。很快，洛南便进入到了洞穴最深处，但是他并没有打草惊蛇，而是习惯性的将自己隐蔽，随后便开始观察四周。首先映入眼帘的，赫然是一个体型巨大的金色石头人，而底下还有2个外表像人类的家伙。虽然这2个小东西不亮眼，但是这个金色石头人跟普通的相比，它们的大小甚至像玩具。虽然现在还是处于休眠状态，但是动起来的破坏力简直不敢想象。就在洛南在想办法怎么应付的时候，白袍女突然开口。肯定是有人闯入，从石头巨人们的控制被一个接一个迅速切断的情况来看，肯定是有第三方势力介入。白袍男被气得咬牙切齿，那怎么办？现在已经没有石头人，而这个家伙现在还不能使用，要不我们现在上去把他们都解决了吧？白袍女听完立马摇头否决，不行，现在铁匠铺大多设施都已经被摧毁，帝国的冶炼和武器制造技术会倒退多年，这就已经够了。相反，如果我们身份暴露，那个人不可能会什么都不做。白袍男听完抱怨了几句，但是最终却还是同意了先暂时撤退的做法。而就在这时，洛南身上的硫磺味道引起了2人的注意，那是斩杀普通石头巨人残留的，怪不得我会觉得身体痒。白袍男说完就向洛南使出了好火球之术，直到火球快命中时候，洛南才做出反应。可一阵爆炸过后，白袍男却发现火球并没有命中。小家伙还挺敏捷的嘛，那我先把你绑起来怎么样？说完他立马施展了魔法，一瞬间便有无数条火链将洛南包围，这凝聚魔力的速度，这2个家伙绝对不是普通人。小子，快告诉我你是谁，并且是怎么让我们魔力感应时失效的，如果你不想变成烤猪的话。而洛南听完却冒着火势站了起来，这也是我想问的，你们是谁？我也不管你们2个关系有多激情，告诉我你们的名字就行。洛南强硬的态度也让白袍男瞬间来了兴趣，对吗？这样才好玩，我们这是在浪费时间。白袍女突然开口，可白袍男却完全不在乎，让我们来提前享受享受吧，当这个帝国被星光淹没的时候就没有机会了。而这一句话也精准地命中了洛南的雷区，因为当初入侵的巨人也曾说过被星光淹没这句话，看来他们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洛南准备将2人抓回去问个明白。可白袍男却是一脸不屑的态度，就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有这个本事吗？说完他便举起手臂准备反击，而他的这一举动也成功让洛南的耐心迅速消耗殆尽，刀光一闪，白袍男便失去了他的手臂还有下半身，乖乖的躺下吧。而这一幕也让白袍女愣在了原地，爱德华他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吗？而洛南也并没有感觉到有切割骨头的手感，所以这2个家伙大概率不是人类。但是愤怒的他也没管那么多，直接用力一把将白袍女掐住。如果你不想和他一样，就乖乖的回答我的问题。眼见无法挣脱，希里尔当即施展魔法护盾，将洛南震开。这么说你不打算服从我？洛南边说边戏谑的敲了敲护盾，不错，很结实。可下一秒希里尔人就傻了，只见刀光一闪，自己的护盾就应声碎裂。不可能，物理斩击怎么会对魔法生效？还不等他过多迟疑，洛南的剑已经刺入了他的身体，激烈的动作也让白袍上的帽子脱落下来，露出了他那洋娃娃般精致的面容，还有长长的双耳。可这并不值得洛南注意，他狠狠地踩着眼前的女人，半精灵族，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洛南的注意力全在女人的身上，丝毫没有注意到身后一个硕大的火球已经砸了过来，距离已不足2米半。洛南反应迅速，挥刀便将攻击挡下。往前看去，被斩断4肢的爱德华身体此时竟然重新长了回来，但是更准确来说，是用几十张蠕动的触须来模仿4肢。眼前的一幕只能用恶心这个字来形容。快放开他！爱德华愤怒地注视着洛南，似乎对眼前的女人十分在意。而洛南也心领神会，很识趣地将剑拔出，但是不到2秒半，他又将剑刺入了女人的大腿。看来你还是没有搞清楚状况，你们2个都走不了。说完他再一次将剑拔出，身体上强烈的疼痛感让女人不断地发出哀嚎，而洛南的眼神却从来没有在他身上停留，而是看着眼前的爱德华。我给你2个选择，要么乖乖跟着我走，或者让这个小精灵也尝尝失去4肢的滋味。他应该没有像你这种再生能力吧？爱德华被气得全身发抖，但是最终还是低下了头，然后将手中的火焰熄灭。好，我跟你走。洛南满意的点了点头。要是你们真的死了也麻烦。说完，洛南便将目光看向了希里尔，却没有想到他竟然在咧着嘴狂笑。洛南不解地看着，丝毫没有注意到身后金色石头人的手臂已经向着自己袭来。这是什么时候？洛南想躲开已经来不及，只能生生地接下了这一击。强大的冲击力直接让他飞出去几十米，虽然力道强悍，但2人都知道这一击不足以让这种怪物致命。爱德华拖着不熟练的身体走向了希里尔，你还能走路吗？女人点了点头，谢谢你，是你分散了他的注意力，我才能有机会操控石头巨人。虽然只是一只手臂，但他肯定伤得不轻。爱德华附和，你先回到教会去，把这里的情况上报，我解决掉他之后就回去。希里尔点了点头，那你要小心，对方是一个长着孩子脸的怪物。我知道了，我不可能再鲁莽行。话还没说完，爱德华的4肢便再次分开，洛南又一次出现在2人身前，随后跟上无数道斩击，直接将爱德华切成了丝。你觉得你们能去哪？我不是说了吗？我有太多的问题想问你们。希里尔被这一幕吓得连连后退，随后慌忙拿出卷轴施法。洛南强撑着重伤的身体一步一步靠近，可是就在这时，希里尔定身魔法施展成功，洛南无法再前进一步。
步。虽然他拼命在挣扎，却始终无法动弹。希里尔见魔法施展成功，却也不敢上前。我不敢保证我们能赢你，但是我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回去报告。说完，他身后一道传送门亮起，刚想走进去，却又不甘地转过了头。我会找出关于你的一切，你的家人，你的爱人，还有你的朋友，然后夺走他。看着希里尔一点点地消失在洞口，洛南不甘心，一遍又一遍大喊着别走。好不容易有了一点巨人的线索，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溜走？我绝不能让那一幕再出现！站住！洛南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呐喊。然而就在这时，可一股恐怖的威压却瞬间弥漫全场，让所有人都无法动弹。来人正是内比罗斯教授。希里尔人傻了，本来以为可以轻松逃离，可没想到却来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存在。做得很好，洛南，你来的时机也不错。洛南应声打趣道。见状，内比罗斯也放心了，这家伙还能胡说八道，看来应该还不至于会死。随后他将目光转移到希里尔身上，我们先迎接我们的贵宾吧。这家伙到底是谁？是他的气场让我动不了吗？可即便是害怕的全身颤抖，希里尔也没有放弃逃跑的念头。但是下一秒，一只纤纤玉手从后面伸了过来，一把捏住他精致的小脸。你们袭击了铁匠铺是大罪，可让我更生气的是，你们竟然敢伤害我的徒弟。内比罗斯说完，手指更加用力，好好期待一下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吧。希里尔被捏得铁青的脸被鲁莽地抬起，而眼前的赫然是向着他们攻来的大蛇。我很抱歉，星光。说完，希里尔便因为精神遭受严重冲击倒了下去。而他的这句话也让洛南更加确信，巨人的出现跟他们这个组织脱不了干系。内比罗斯收起了剑走了过来，你们做得不错，但我会把你的功绩单独上报。可洛南关心的问题根本不是这个，你刚才说的接下来的事，是只要把他们送到罗多南监狱吗？内比罗斯点了点头，我想是的，看来你也知道那个地方。洛南听完顿时觉得毛骨悚然，因为所谓罗多南是一座漂浮在延命海上的监狱，传闻尖叫哀嚎，一年四季从来不会停止，狱卒们会用尽一切手段来让反叛帝国的罪犯招供，几乎没有一个人进去能完整的出来。听我说，老师。洛南缓缓地站了起来，请让我参加对犯人的审判。内比罗斯听完立马拒绝，他害怕那个残忍的地方会给洛南留下心理阴影。求你了，这对我真的很重要。洛南用了几乎恳求的语气，因为他不想错过任何一点有关于巨人的线索。内比罗斯看着洛南沉默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个高傲的小子低头。可即便如此，内比罗斯却也没有答应。而在另一边的卡帕多基铁匠铺，虽然还是一片废墟，但是在学院众人的救助下，伤者也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了。我想应该快结束了吧。玛利亚边说边擦着流下来的大滴汗水，一次可以搬7、8箱物资的他，可算是立下不小的功劳。而阿萨姆跟西塔也不相上下，为了用治疗术救人，现在他们基本一滴蓝都不剩了。但是比起这个，阿萨姆更担心的还是洛南。他说很快就会回来的，但是现在都已经2个半钟了。你们是在说我吗？两人听到这话一惊，抬头朝着声音的方向看去，来人正是洛南。在路上我听说你们做的事情，玛利亚带来了救兵，而阿萨姆和西塔救治伤者，你们有人受伤吗？洛南装出一副没事人的样子问。比起我们，你应该更加关心你自己吧。玛利亚边说边走向洛南，而阿萨姆几乎用颤抖的声音责怪洛南，你明明满身都是伤，快点，西塔，去帮他疗伤。西塔听完立马担心地伸出了小手，可洛南却摆手拒绝，我没事，我已经接受过治疗了，回去休息一下就好。洛南说着，突然话锋一转，死死盯着远处的2个罪魁祸首。此外，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几个小时之后，押送罪犯的车队来到了汇合区，在这里，罗多南监狱会派专人来接收罪犯。内比罗斯和洛南在这等待不久，一个阴森的狱卒便骑着狮鹫赶到，随后车上下来了2个同样阴森的人，用着诡异的语调开口：“你好，内比罗斯小姐。”说着，他便低头看着地上的2个罪犯，而眼前的爱德华瞬间就让他来了兴趣。看来这个家伙有着某种神奇的自愈能力，审判者们看到会很高兴的，毕竟好长时间都没有出现过这么有趣的东西了。说完，他们便带着2人准备离开。审讯结束之后，我们会通知你们，我们希望你们继续为了帝国的和平努力。话音落下，狱卒便消失在众人眼前。1周之后，罗多南便会撬开他们2人的嘴，等有结果之后，我会立刻通知你，这就足够了吧？洛南满意的点了点头，谢谢你，老师。同时他也明白，这也是内比罗斯能做到的最大程度。在这之后，洛南回到了菲利普斯学院继续修炼，而卡帕多基的修复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时间很快便过去了几天，在罗多南监狱中，一阵阵哀嚎声绵绵不绝，而等待爱德华和希里尔的将会是最残忍的严刑峻法。老头善意的微笑，却把洛南吓出一身冷汗，因为在对方拿起面具的那一刻，温和的外表就再也掩盖不住骨子里的恶，一股恐怖的气息瞬间弥漫全场。可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强大，而是犯下罪恶太多，像是刽子手身上的某种独特气息，让人不安。原来此人是监狱里的审判者，而负责审讯爱德华的人正是他。经过1周的亲密接触，卡拉卡很确信爱德华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了，所以他便通知内比罗斯过来，你想再见一眼犯人吗？请跟我来，在路上我会告诉你审判结果。
卡拉卡儒雅的开口，随后便带着两人向关押爱德华的监狱走去。而洛南一脸难以置信，这个看起来那么随和的老头，竟然会是罗多南的审判者。内比罗斯听完就笑了。老实说，刚开始我也这样认为，但是那家伙是这里所有犯人的噩梦，每一个被他审判的人都希望可以早点解脱，也就是以死亡的方式。话音落下，几人也来到了监狱内层。就在这时，卡拉卡开口：“监狱就在前面不远，我就挑最关键的说。他们来自克拉吉尔星云，同时这也是他们组织的名字。”内比罗斯一脸不解：“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是一个类似卡利波罗的犯罪组织吗？”卡拉卡点了点头：“是的，但是他们更危险。首先是身份未知，其次，纳兰甲纵火案和魔法工程学院的爆炸案也都是出自他们之手。在过去1年的大规模案件中，大多数都已经确认是他们做的。”洛南听完就懵了，既然这个组织做了那么多事，为什么自己在上一世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个审判者，他们有没有说过星光或者类似星光降临的话？卡拉卡也懵了，这些话我是第一次听说。洛南尴尬地挠了挠头，只好告诉他，这是自己抓住爱德华的时候他说的。因为事实上，我来自未来，10年后3个长着翅膀的秃子会入侵。星光这个词是他们说的，这种鬼话应该没人会信。原本以为这件事会到此结束，可没想到卡拉卡却沉下了脸，而洛南还在继续。我想那是和他们的目的有关，所以你应该还没有问出来吧？话说到这，一股恐怖的气息瞬间让洛南变了脸，而来源正是拉卡拉。他立马将鸟形头套戴上，随后径直地走向关押爱德华的监狱。我懂了，看来我们的朋友还是不够坦诚，我想我应该表现得更有诚意。话音落下，监狱的门被缓缓打开，而眼前的一幕让洛南直接傻眼，因为此前嚣张的2个家伙现在已经被折磨得没有人样，唯有轻轻的哀嚎能证明他们活着。卡拉卡慢慢走了过去，我们的爱德华是个有趣的朋友，他用某种独特的黑魔法再生他的身体。说着，他拿起了烤得通红的刑具。你们知道怎么和这种人亲近吗？很简单，用这个戳他，直到他无法再生为止。说完，卡拉卡便狠狠地刺了上去，而被刺的爱德华只能惨叫，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直到对方已经奄奄一息，他才停手。看，我们变得亲密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卡拉卡说着，突然话锋一转，但是想到这家伙还在隐瞒，我就会很失望。朋友之间不应该藏有秘密，你不知道吗？可爱德华却大喊冤枉，哭着说自己没有任何隐瞒。卡拉卡不信，将他的头拽向洛南。那为什么我是第一次听到星光降临这句话？我希望这次谈话是在你这里结束，而不是西里尔，因为同样的待遇，他应该会死吧。说着，他将目光转到西里尔身上，只见他全身都在止不住颤抖，并且还在苦苦哀求，让对方快点杀了自己。洛南见状有点懵，事情都到这个份上了，他们应该没有理由隐瞒，会不会不是他们不想说，而是说不了，像是某种封印、诅咒、魔法之类的东西。听到这，卡拉卡瞬间恍然大悟，随即便向外面走去。请稍等一会，我去拿个东西。几分钟后，卡拉卡捧着奇怪的东西走了进来，是一个像眼球一样的丑陋玩意，原来这是诅咒之眼，以人身上的诅咒为食。卡拉卡拿在手上把玩了一会，随后便走向爱德华。我们开始吧。说完，他便将诅咒之眼放在对方额头上，一瞬间，无数只触须从眼中长出，随后深深地刺入爱德华的脑袋。强烈的疼痛让他不停地惨叫，直到2分半后，诅咒之眼变成了蓝色，这也宣告着清除工作结束。卡拉卡也随即开口：“我再问一遍，什么是星光降临？”爱德华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星光是一个永恒的存在，他的祝福会拯救这片土地上所有弱者。西里尔听完一愣，连忙让他快点闭嘴。而为了西里尔的安危，爱德华只能继续开口：“星光降临是我们一生的愿望，我们会排除一切等待他的到来。”说了那么多，这对卡拉卡这种老头来说太复杂了。意思是有什么东西要来了是吧？爱德华点了点头，这是一颗能吸收任何诅咒的眼球，却在接触到洛南的瞬间炸开。这一幕让所有人都震惊，但是只有洛南清楚，自己的体内存在着某种强大诅咒，像魔鬼一般限制着他使用魔力。就在前不久，经过审判者的亲密问候，爱德华已经把知道的事情几乎都说出来了，但是关于巨人的话，他却始终闭口不谈。洛南猜测是诅咒限制了他的言行，果不其然，在诅咒之眼的帮助下，爱德华说出了他们组织的最终目的，那就是帮助巨人扫清障碍，让他们顺利降临地球。听到这，洛南就再也掩饰不住心里的愤怒，因为他们就是上一世毁灭帝国的元凶。洛南一步一步地走了过去，审判者见状连忙劝他冷静，而洛南只是走到了爱德华跟前，随后深吸了一口气：“你说的星星的孩子们是指阿海尤特吧？”听到这话，爱德华的神经瞬间紧绷了起来。你是在哪听到这个名字的？你是怎么会知道的？但是还不等爱德华过多疑问，他的额头迅速膨胀了起来，不出片刻，他整个头都像一个即将爆炸的气球。洛南见状一惊，要把他戳爆吗？退后，卡拉卡一把将洛南拉了过来，随后立即展开魔法护盾，而爱德华的头也在这一刻爆炸，一大块血肉和液体溅射了过来，但是都全被护盾挡下。紧接着，一道沉稳的声音从审判者面具下传来：“我没想到会是这种情况，这诅咒比我想象的还要强烈，并且可能不止一个。我猜可能第一部分诅咒是不能向别人透露他们的目的，如果第一部分诅咒被移除，那么就会激活第二部分诅咒，让他们脑袋爆炸。”还没等洛南过多迟疑，搭在他肩膀的手再次用力。那么洛南爵士，什么是阿海尤特？
卡拉卡死死地盯着他开口：“如果这是克拉泽星云组织内部的秘密，那你怎么会知道的呢？”说着，他便开始凝聚魔力。作为案件的审判者，我必须知道这一切，所以你能告诉我吗？洛南被这突如其来的恐怖气氛吓到，却还是很平静地回答：“只是碰巧听到的而已。在卡帕多基的地底下，我是第一个发现他们的人。如果这个词对你造成了困扰，那么我很抱歉。”洛南边说边把他恐吓自己的手拿开。这解释足够吗？看着眼前的洛南，卡拉卡愣住了。虽然他不相信洛南的话，但是直觉告诉自己，这个孩子是不可能做危害帝国的事情，因为在他的眼睛里，我看到了坚定的意志在沸腾。是责任吗？还是信念？不，都不是，那是对他们的愤怒。就在这时，奈比罗斯直接拔剑，住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凶狠地盯着卡拉卡。你是在质疑我的弟子吗？并且是在当着我的面？当然不是，我只是确认一下。卡拉卡赶紧赔了个笑脸，做什么事都小心点好，不是吗？我很抱歉。看着对方这乖巧模样，洛南人都傻了。那很高兴我们的误会解除，但是洛南知道刚刚的自己很危险，因为那个老头打算把他也一起审判。不管怎么样，很遗憾失去了一个诅咒之眼，但是通常他们的生命力都很强大。卡拉卡看着地上完好无损的诅咒之眼开口，而洛南却非常质疑：这个小不点，他们很强大吗？是的，并且仔细看还很可爱。你想要摸一下吗？就在卡拉卡开玩笑的时候，他惊恐地发现自己肩膀上的诅咒之眼竟然变成了蓝色，那就意味着他吸收了诅咒。到底是谁的？离西里尔那么远，不可能是他。难道说是他？卡拉卡转头看向洛南，我刚刚在使用魔法护盾的时候触碰了一下他，只是那一瞬间就吸收了诅咒吗？卡拉卡赶紧把诅咒之眼拿下来，走向洛南，然后放在了他的手上。只见诅咒之眼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膨胀，随后直接爆炸。顾不上洛南的大惊小怪，卡拉卡抓起他的手开始研究。接触到的一刻就无法承受了吗？你听我说，我觉得你被诅咒了。洛南不解，你在说什么鬼话？卡拉卡开口解释，你曾经有感到过限制吗？比如不能跑步，或者不能拿刚做的东西等等。诅咒会限制你的某个行为。听到这，洛南低下头不说话。原来自己不能使用魔力的原因，就是因为体内诅咒的限制吗？卡拉卡见状也没有多问，你不想说也没关系，请记住一点，这个诅咒非常强大，并且充满了恶意。谈话到这就结束，洛南和内比罗斯两人便准备离开。只要我破解了希里尔的全部诅咒，我就会通知你们。但是因为他身上的诅咒很强大，所以需要的时间也不短。内比罗斯点了点头，我知道了，到时候向我报告就行了。随后卡拉卡转头看向了洛南，但是看了很久对方都没有反应，看来你心事重重啊。听到这，洛南才回过神来，是有一点，自从我知道了我被诅咒了之后，但是不用太过担心。卡拉卡恢复了温和的表情安慰，你是菲利普斯的学生吧？在学院里有一个对诅咒钻研很深的古怪家伙，说不定会对你有帮助。他就是魔法系的塞克里特教授，被称为最强诅咒师的人，没想到却是一个不到8岁的孩子。洛南看到人都傻了，可对方仅仅是一眼，便准确说出了洛南体内存在着10种诅咒。原来塞克里克已经有83年工作经验，而身体幼小的原因，也是因为某种诅咒的存在。听到这，洛南就明白了，诅咒魔法师体内有诅咒，就像秃头医生治不好自己的秃头一样正常。原来在处理完罗多南监狱的事情之后，洛南和内比罗斯便乘着施救离开，可被诅咒这件事却在洛南心里挥之不去，再加上眼睛也开始发痒，这让他越发的急躁不安。但还好曾经有人说过，塞克里特教授也许有办法解决。见他这副不安的样子，内比罗斯却很平静的开口，这是已知的迹象之一，说明你体内的诅咒正在减弱，别担心。话说，你真的不知道诅咒你的人是谁吗？洛南听完摇了摇头，根本想不到会有谁会做这种事，自己平时那么和善，善良到不可能会有任何人记恨才对。可内比罗斯却不敢苟同，只能悄悄地把头转向窗外，因为洛南暴揍卡尔丹的画面还在他脑海里历历在目。可没想到这时，洛南却开口致谢，谢谢你内比罗斯教授，你帮我拦住了他。那个老头，他的眼神太凶残了，如果不是你，我觉得他肯定要把我抓起来逼供，用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而内比罗斯听完只是笑了笑，这是我身为教练的职责而已，没什么好谢的。洛南看着内比罗斯，心里的好感便油然而生。他不仅剑术出众，并且人还怪好的，越看越像是一个好人。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自己在上一世没见过？强大的他们理应会出现在战场上才对，难道是克拉泽星云把他们怎么样了吗？还是什么？洛南便不得而知。到了深夜，他们才回到菲利普斯，但是一大早，洛南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一个地方，魔法部的专用练习空间——石柱公园。在这里，洛南一眼就看到了等候多时的安德山。奈比罗斯让他帮助洛南找到塞克里克教授，只见他满脸笑意地跟洛南打招呼：“我们已经好久没见了，如果不是教授的命令，我可能要更晚才能见到你，你还好吗？”这强到能发光的人格魅力，让洛南顿时不知所措，再加上他的内心极度纠结，那件事我要怎么和他说？怎么办？要从哪说起？不管了，先微笑一下吧。洛南尴尬地挤出了一个笑容。好久不见，助教，你爸妈身体还好吗？安德山听完一愣，随后点了点头，一切都好。因为自从那件事情之后，卡尔丹见到安德山就害怕，
每次见到只能一个劲的喊：“我用长矛，我不换。”虽然听起来很糟，但是实际上也很糟。洛南听完就愣住了，他没想到自己一个小小的举动，竟然会给卡尔丹带来那么大的阴影。这时安德山突然转变话题，听教授说，你想要解除体内的诅咒是吗？洛南边走边点头，是的，有人告诉我要来这里找塞克里特教授。但是洛南看了一眼周围阴森的环境，就知道这位教授的性格有多古怪。安德山听完只能附和地笑了笑，确实是这样，他那个独特的办公室，不是魔法部的人根本找不到，所以我叫了一个大三关系亲密的学妹来指引我们，但是她好像还没来。话音落下，一个紫色的身影便出现在他眼前，随后像小猫一样向安德山的怀里扑了过去，并且用娇滴滴的声音撒娇：“我想你了，安德山姐姐，这是我新学的一个魔法。”而安德山也附和地搂住了她：“我也是，伊利，好久不见。”而洛南看到这一幕就呆住了，这个紫发女孩绝对是那时候在喋喋不休地谈论野兽还有羊什么的那个伊丽莎白·德·阿卡路西亚。很抱歉突然找你，伊利，因为突然发生了一些事情，我想让你帮忙找塞克里特教授。而伊丽莎白还在一脸花痴地亲吻着安德山的手背，只要是你的要求，我什么都愿意做。但是你为什么会突然想找教？话还没说完，这时他才注意到一旁多余的洛南。四目相对下，两个人都沉默了。没想到竟然是老熟人。洛南率先打破平静：“好久不见，伊利。”这一幕瞬间让伊丽莎白炸毛：“你这家伙怎么在这？”但是更羞耻的还是刚刚自己的行为。虽说如此，但是伊丽莎白还是带着洛南出发。走了很久之后，他们来到了一幢古老的房子面前，而周围的环境也越发阴森，这也让洛南心里越发不安。你不会打算把我埋在这里吧，伊利？作为我看到了不该看到东西的代价。但是一听到这，伊丽莎白就炸毛：“不准这样叫我！还有，谁想要埋你啊？别说话了，跟着我来就好了。”伊丽莎白说着，气鼓鼓地向房子走去，而洛南也慢慢地跟在她的身后。很让人意外，大将军竟然跟这个孩子走得那么近。但是话又说回来，他们都是阿卡路西亚家族的一员，是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吗？还没等洛南过多猜想，两人便走进了房子里。可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睡着的老妇人。她就是塞克里特教授吗？伊丽莎白回过头：“别激动，我们还剩下一个阶段。”在洛南疑惑的目光中，伊丽莎白慢慢走到了老妇人身前。尽管他们脚下的地板嘎嘎作响，但是老妇人却丝毫没有要醒来的意思。伊丽莎白举起了手臂，接着开始念咒语：“卡什帕、卢纳杰、德尔皮里姆，开！”话音落下，一道紫色的魔力便瞬间散开。洛南赶紧低头看向老人，可他的状态却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突然，老人的眼睛迅速睁开，并且张开大嘴急剧膨胀，只是片刻，便大到足以吞下两人。洛南瞬间就警惕地后退了一步，而伊丽莎白却异常平静，不用大惊小怪，随后走进了老人的嘴里。到了里面，视野便豁然开朗。这里是由无数本书籍构成的一个办公室，塞法拉奇奥。洛南看着这一幕就呆住了，刚刚那里只是入口吗？还真是奇怪。就在洛南感到震惊之时，身后一道声音突然响起：“原来是你，那比罗斯小姐说的那个弟子，你和我听说的一样。”话音落下的瞬间，外表只有7、8岁的塞克里特便出现在了洛南身前。“小家伙，你太有趣了，你的体内似乎存在有10种诅咒。”男孩身中10种致命诅咒，凶手却是他的亲生父亲。只因这个孩子极度危险，看似是乖巧可爱，实则将会给帝国带来灭顶之灾，因此父亲不得不将他的魔力封印，甚至还做了一件后果更严重的事情来限制他的行为。就在不久前，洛南得知了学院有个教授，任何诅咒他都可以轻松解除。可当他和伊丽莎白来到教授办公室之时，却发现这里只有一个小孩。正当洛南感到诧异之时，伊丽莎白却向那个孩子低下了头：“您好，塞克里特教授。”洛南见状眯起了眼，这样一个看起来只有几岁的娃娃，怎么可能是教授？而塞克里特似乎也看出了洛南的疑惑：“我的年龄其实早已经80多了，只是外表看起来年轻了一点。但是其实这也是一种诅咒。”洛南听完咯咯一笑，没想到还有那么有趣的事情。解释完这一切，塞克里特弹了弹手指，一个巨大的几何魔法阵便立刻出现在洛南的脚下，随之而来的还有无数条半透明的字符。我们先解除诅咒吧。洛南抑制住尖叫的冲动，紧紧盯着从自己身体里出现的字符。我体内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塞克里特没有回答，只是自顾自地开口：“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奇观，人体内竟然能同时存在这么多诅咒，并且还是接近根源的古老诅咒。”洛南听完低声骂了一句：“那这些能解决吗？”通常我会断言没有无法解除的诅咒，但是这一次我不能确认，因为这些诅咒几乎都是未知的。即使是这样，塞克里特还是决定用新方法试试。我会在你的意识中创造一个想象的世界，在那里我会投射一个折磨你的诅咒，你只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便是找到束缚你的诅咒根源，并且将它斩杀。洛南听完皱起了眉头，他不太理解教授在说什么。所以我必须进入梦境并打破诅咒吗？那我怎么能认出他来呢？你一遇到就能认出来，靠本能。塞克里特轻描淡写了一句，随后把手放在洛南头上：“保重。”随着魔法的发动，洛南的意识被推向了一个魔法创造的世界。等他回过神来，自己已经处在森林当中。洛南越往前走，熟悉感越强，因为这不正是自己的家吗？诅咒的根源怎么可能在这？还不等洛南过多迟疑，一阵小孩的笑声将他的思绪拉了回来。好熟悉的声音！洛南迅速转过头看去，眼前的正是小时候的姐姐伊里尔。只见她快速地冲进房子里面：“我回
回来了妈妈。进来的第一件事，他便是两眼放光的盯着自己的弟弟，好可爱。但是伊丽尔很疑惑，为什么小洛南那么爱睡觉？他是生病了吗？妈妈，一个跟伊丽尔外表相差无几的女子笑着回答，因为宝宝需要大量的睡眠才可以健康的成长，所以伊丽尔，你也要多睡觉才行。说到生病，如果小洛南真的病了的话，你身为姐姐要好好照顾他才行哦。伊丽尔听完兴奋地举起小拳头，当然，我会永远保护着他。洛南看着这个和睦的家庭场景，我这一生中也有这样的时刻吗？洛南看着入了神，竟然忘记了自己来这里的目的。毫无疑问，这是洛南刚出生不久的画面，所以躺在这个摇篮里的孩子是我吗？洛南人傻了，我刚出生时也是婴儿吗？我还以为我一开始就是大人。而他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他小时候的记忆被封印，加上所学知识又有一点少。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开门的声音传了过来，一种诡异的感觉瞬间席卷洛南全身。他努力想转过头去看，可是却发现身体无法动弹，所以洛南只能直勾勾地盯着眼前，让一个不成形的黑影缓缓地走了进去。可家人们却表现得很高兴，你那么早就回来了吗？伊里尔甚至还立刻抱了上去，可黑影却一把甩开了他的手，径直地走向小洛南。妈妈以为他是迫不及待想见自己的孩子，于是笑着告诉他，孩子就在摇篮里面。可黑影却将手臂伸向妈妈，然后说了一些洛南听不到的话语。不出片刻，妈妈的意识便开始模糊。什么危险？你在说什么动？话还没说完，他就倒在了地上。这一幕让小伊里尔傻眼，他不明白爸爸在做什么，只是很担心倒下去的妈妈。可下一秒，黑影又将手掌对准了伊里尔，再次故技重施的一遍。洛南看到的瞬间，悲伤和愤怒交加着涌上心头。你这个家伙，你在干什么？可更让洛南震惊的还在后面。只见黑影的手臂凭空产生无数条半透明字符，那正是此前出现在洛南体内的诅咒。随着一道光亮起，诅咒被植入小洛南的体内。这一刻他才明白，眼前这个家伙正是诅咒的根源，而这里也不像是虚拟的世界，更像是某人的记忆。洛南咬紧了牙关，我必须将他斩杀。而在外面，塞克里特的手开始止不住颤抖，即使准备的那么充分，但是这个魔法却还是让他魔力几乎耗尽。多么荒唐的诅咒！伊丽莎白从来没有见过教授陷入过这种窘境，竟然连教授都是这个反应。那他的体内到底有多少个诅咒？抛开诅咒的力量不谈，他的体内大约有10个。伊丽莎白被惊讶的说不出来，10个吗？那如果要立刻消除那么多诅咒，会用那么多魔力也就不意外了。可塞克里特听完却摇了摇头，不，事实并不是这样，因为现在我处理的诅咒数量仅仅是1个。男孩在深入梦境消灭诅咒时，却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眼前的父亲不仅打倒了姐姐和妈妈，更是将10种强大的致命诅咒全部植入到幼年的自己身上。看见这一幕的洛南无法接受，这个混蛋竟然会对自己亲人下手。他咬紧了牙关，发誓要将对方斩杀，但是此时他身体却还是无法动弹，直到黑影踏出门去那一刻，身上的束缚才解除。但洛南没有立刻追上去，而是跑到了姐姐和妈妈的旁边，他急切地想把他们扶起来，但是手指却直接穿过了对方的身体。就在绝望要侵蚀掉洛南之际，他突然听到了一阵阵微弱的呼吸声，原来2人都还活着。洛南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努力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冷静，我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混蛋撕碎。说完，他手中竟然凭空出现了一把剑，正是拉曼茶。这件事情合不合理已经不重要了。洛南挥刀将房门展开，随后发疯似的冲了出去。很快他就看到了眼前的黑影，对方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仿佛是在等自己一般。但是一看到对方的脸，洛南就忘不了他做的事情，敢伤害我的家人，我永远都不可能原谅你。说完，洛南便以最快的速度冲向黑影，却没想到对方伸手凝聚魔力，竟然凭空幻化出一把剑，攻击也毫无意外地被轻松挡下。洛南一愣，没想到黑影竟然有这种能力，但是更让他吃惊的还在后面，无论洛南怎么攻击，黑影都能轻松地化解，仿佛是在戏弄自己一般。随着战斗的继续进行，洛南身上多处都被砍伤，随后黑影更是直接爆发，一击将洛南的胸腔贯穿，离谱的速度快到他根本没法阻止。洛南单膝跪倒在地，身上多处伤口已经让他基本丧失了战斗力，可黑影只是看了他一眼，就头也不回地离开。洛南挣扎地站了起来，不能就这样结束，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那个混蛋。他的目光死死盯住黑影，随后发出沙哑的怒吼，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从伊里尔和妈妈的行为来看，对方毫无疑问就是自己的父亲，做了这种事，你还有资格做我们的父亲吗？你就没有什么要解释一下吗？伤害伊里尔和妈妈，甚至诅咒我，你连借口都懒得找吗？听到的瞬间，黑影立马愣在了原地。趁着这个功夫，洛南紧握剑柄，红色的魔力也缠绕其中，随后他迅速向着黑影冲去，一击将对方斩杀。不想说就算了，那就滚出我的身体。清除完诅咒之后，洛南便回到了现实世界当中，他用力地摇了摇头，想让自己从刚才紧绷的战斗状态中出来，却没想到身后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旅途愉快吗？洛南转头看去，眼前的是一个表情和蔼的老人，但是身上的服饰和塞克里特教授的一样，所以洛南很快就猜到了他的身份。你的时间为什么跟坐了飞机一样？是因为这个解除诅咒的魔法吗？塞克里特摇了摇头，不，跟你这个没关系。你现在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洛南集中精神看去，对方身上密密麻麻的充沛魔力立马显现出来。老实说，刚开始我就感觉你很不一般，而现在你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恐怖。
教授听完欣慰的笑了，看来你现在能正确感知魔力了。在随后的时间里，洛南把自己在那里遇到的事情一一告诉了教授，而他也用笔记本记了下来。你体内的诅咒是基于自己都不知道的记忆，但是你为什么会认为那个人是你的父亲？你不是说你看不见他的样貌吗？洛南听完低下头沉思了许久，我能从伊里尔和妈妈对他的态度感受到，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在伤害我家人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一种悲伤的情绪，很陌生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那应该就是那个家伙的情感。塞克里特点了点头，随后继续深入了解，而洛南也没有任何隐藏，把一切都说了出来。我没有关于家庭的记忆，像是被完整的抹去了一样。塞克里特喝了一口咖啡，那一切都可以说得通了。你的父亲不仅封印了你感知魔力的能力，还将你的记忆扰乱，但是通过这个解除诅咒的魔法，这个记忆被阴差阳错的呈现了出来，所以那个可能是想象和记忆交织的混乱世界。这正是这个魔法会偶尔出现的小 bug， 而且你所描述的最后一击也应该是基于这个，所以无意识间使用了魔力。洛南听完看向了自己的手，上面是几种颜色混合在一起的彩色东西，这个就是魔力吗？塞克里特点了点头。虽然你现在可以感知到魔力，但是要想和正常人一样处理和使用的话，最少还需要再除掉2个诅咒，这个过程会很漫长，因为你身上的诅咒都是未知且强大的。所以今天你就先回去吧，我准备好了就通知你。就在塞克里特合上笔记本的时候，洛南愣住了，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教授又变回了小孩模样，这副身体情况很复杂，总的来说跟你差不多。洛南傻眼了，那你平时肯定很累。而在另一边的卡帕多基地下，格兰西亚公爵得知了石头巨人的事情之后，亲自来到了现场。他抬头看了一眼石头巨人，这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大得多。但是听说阻止这件事的竟然不是内比罗斯，而是他手下的一个学生，这让公爵很纳闷，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妖孽有这种实力？就在公爵沉思之时，一个满脸正义的小伙子出现在他的身后，此人正是公爵的亲卫达兰。你来了吗？铁匠铺的修复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达兰恭敬的回答，一切都很顺利，据说在1周后就可以完全恢复，而且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对那些混蛋进行了调查，但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任何其他的线索。见到公爵在思考，达兰继续开口，相反，通过菲利普斯，我们找到了那个学生的位置，你想见见他吗？公爵点了点头，看来确实应该如此。就在他说话的同时，石头巨人的红色眼睛却亮了起来，并且缓慢地做出了攻击准备，而这一切都被达兰看在眼中。公爵，我很抱歉，我想请你靠边站好吗？这里就交给我们骑士团。说完，他将手放在剑柄上，仿佛只要公爵一声令下，就会立马动手。可公爵却向他伸出了手，不必了。眼看石头巨人的攻击即将命中，公爵伸手拔剑，他们可以去忙其他的事情。说完，他便快速拔刀向后斩去。剑气命中的瞬间，即便是体型巨大的黄金石头人，也在顷刻间瓦解。公爵砍完收起了剑，一脸平静的转身，我们走吧，去见见菲利普斯的小英雄。男孩在开门的时候发现门外突然出现一个魔力肮脏的怪人，他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可对方却顿时青筋暴起，道歉，或者让我割下你的舌头。洛南也不甘示弱，这里禁止上门推销，不对，看你的装扮应该不是小贩，而是负责贵族家看门的。听到这，对方散发出来的黑色魔力变得更加浓郁，仿佛下一秒就会展开攻击。而洛南也在这个时候注意到，对方的魔力中夹杂着一些奇怪的东西，很熟悉，但是又说不上来。就在这时，一只手臂拦住了达兰。够了，是我们没有事先通知就擅闯了。但是公爵，达兰还想继续，却被再次打断。很抱歉，洛南，我为我的骑士的鲁莽行为向你道歉。虽然这样说很失礼，但是我可以占用你的一点时间吗？一个蓝色头发的中年人儒雅的开口。而洛南也在这个时候知道了他们的身份，连忙点了点头。很快几人便来到洛南的宿舍，公爵立马拿出了一个精美的盒子，里面装着的是一个崭新的剑鞘。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洛南一脸懵。公爵悠闲地喝着茶，是卡帕多基的多隆大师要我这样做的，他都差点要磕头求我了。但是相比这个，我也要用我的方式向你表达感激。公爵说着，眼神看向了自己的佩剑。我们格兰西亚和卡帕多基是长期伙伴，我的这把苍白之路也是出自多隆大师之手，所以我更应该感激你，是你拯救了卡帕多基。说完，公爵将手伸进了怀里，掏出了一个格兰西亚徽章。洛南被吓了一跳，因为这一个东西最少可以买3个村庄的牛。洛南本以为只有在舒利芬犯病的时候才能得到，而在另一边的玛利亚和阿萨姆也都同样收到了公爵的礼物，我希望他们也会喜欢。洛南点了点头，因为他似乎已经可以想象到两人叩谢的样子。说到这，公爵突然放下了杯子，那么让我们来聊聊别的吧，你能告诉我这件事的幕后主使吗？我很感兴趣。说完，他的周身爆发出了恐怖的魔力。洛南顿时傻眼了，这就是格兰西亚的家主吗？力量还真是可怕。我不知道你了解多少，但是这些该死的老鼠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疯狂，他们拼命的跑，我只能尽力抓。听到这，达兰脸上青筋暴起，并且抑制不住的散发出发光的魔力。洛南看着就呆住了，仿佛一提到那些家伙，这个叫达兰的就会有奇怪的反应。仔细想想，
他的魔力跟那两个家伙的好像一模一样，给人一种肮脏的不舒服感。所以他们是一伙的吗？见到洛南发呆，公爵满脸疑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反应是怎么回事？他的下属散发出那么浓烈的魔力，看不见吗？一个在大陆富有盛名的强者，竟然会看不见这些吗？洛南不敢相信，难道只有我能看见吗？于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洛南缓缓开口：“你知道星光降临吗？克拉泽星云就是支持星光降临的组织。”话音落下，达兰再次目露凶光，而公爵还是没有任何察觉。这些是你自己发现的吗？洛南挠了挠头，是的，只是轻轻地削掉了他们的四肢，他们就立马招了。说着，洛南故意露出一种夸张的表情，太有趣了，看着那些混蛋在哭，在求着我们放过他。需要我详细的说出来吗？公爵连忙摆手，不用了，我想再听这些的话，会没有胃口吃饭的。洛南笑着摊了摊手，他的想法基本已经被印证，确实也没有必要再继续说。洛南一抬头，看到达兰的杀气已经完全失控，周身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魔力，而在同时，公爵也站起身准备离开。于是洛南跟着迅速站了起来，他不能对这件事坐视不管。关于那些混蛋，还有一些事要让你知道，但是像你这样的大忙人不应该被拖住，因为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洛南说着，突然看向一边的笔记本，所以等我整理好了，明天就交给你，你肯定会很开心的，因为那是关于阿海尤特的。最后一句话洛南说得格外大声，像是故意告诉达兰，如果你不杀了我，阿海尤特的秘密就将公布天下。到了晚上，就在洛南熟睡的时候，达兰突然出现在了眼前，没有丝毫犹豫，他立马挥剑砍了上去，却没想到即将命中之时，洛南却直接消失。紧接着声音出现在达兰的身后，我就说他今晚一定会来，很高兴见到你，克拉泽的第三个混蛋。达兰一脸难以置信，转身就准备攻击洛南。等等，要不你先看看那边。洛南说着将手指向了一边，那是我的特邀嘉宾。等达兰看过去之时，瞬间被吓傻，你怎么会在这？少爷，舒丽芬满脸震怒，你能解释一下吗？达兰。而达兰听完却将长剑拔出，我不会解释的。说完，他狠狠的一脚踩在地上，随即便产生了一道光波，瞬间将整个房间笼罩，而洛南和舒丽芬的身体也因此变得沉重了起来。这是什么鬼？洛南皱起了眉头，却不料远处的达兰已经挥剑冲了上来。洛南艰难地举起拉曼查反击，却没想到接下攻击的瞬间竟然产生了爆炸，强大的冲击波几乎毁了半个房间。舒丽芬瞪大了眼睛，这就是达兰的气场吗？看来已经达到了觉醒的阶段了，这跟自己所知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之前这家伙是在隐藏实力。达兰察觉到了舒丽芬在走神，一道强有力的斩击挥向了他的脖子。舒丽芬不得不咬紧牙关反击，可没想到接下一击之后，手腕竟然在隐隐作痛。随后又是艰难地对战了几个回合，但是舒丽芬都是处于绝对的下风。你为什么不使用气场？少爷，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担心伤到别人吗？你不会明白的，为什么你要背叛我们？达兰傻笑，你弄错了，我从来没有背叛过你，因为我从一开始就不是格兰西亚的骑士。战斗还在继续，却不料洛南的声音在身后响起，转头看去，他竟然坐在沙发上打着哈欠，像是在观看一场无聊的比赛。因为洛南答应过舒丽芬，在达兰承认背叛之前不会介入，能看见魔力真是太方便了。在达兰展开气场之时，洛南确实有点措手不及，但是当他集中精神之后，就能看到是一条条树根状的魔力将自己的手臂和胳膊捆住。随着洛南将树根砍断，他自信一笑，我们来结束这场战斗吧。达兰没想到洛南的斩击竟然对魔法生效，真是个怪胎。骂完他立马再次使用气场，却没想到这时舒丽芬的剑已经近在眼前，达兰连忙侧身躲过，但是却还是被剑锋擦伤。而洛南也在这个时候发起了连续攻击，尽管目前的情况是2打1，可达兰却仍然游刃有余。但是没想到的是，战斗仅仅是过了2分半，达兰就感觉到了头晕，并且伴随着身体迅速发冷。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脸上细微的伤口正在大量出血，并且全都汇聚到了一个奇怪的生物身上。该死，这又是什么东西？还不等达兰过多迟疑，洛南已经跳到了他的上方，想闪避已经太迟。达兰紧握住剑柄格挡，却没想到斩击在魔力的加持下，直接将达兰的右臂斩下。强烈的疼痛几乎让他丧失了知觉，但他还是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引发了一次爆炸。趁着这个功夫，达兰从窗户跳出，头也不回地朝着城外跑去。他明白自己被抓的话，一切都会前功尽弃，而这个动静也让学院大多数人醒了过来。达兰也还算幸运，成功地穿越了一栋又一栋的建筑。可正当他终于看见城门之时，旁边却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说完，舒丽芬叹了一口气，随即便开始挥舞手中的剑。霎时间，以舒丽芬为中心，刮起了一阵半径高达10米的暴风，但是里面的却不是普通的风，而是一把把类似剑刃的东西。气场的高度甚至一度超越了城墙，而一旁的达兰也很快被这强烈的暴风淹没。等到洛南赶到时，战斗已经结束。只见达兰展开四肢躺在地上，身上已经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但是庆幸他还有呼吸。很快，大批卫兵赶到了现场，连内比罗斯也在其中。可他来到现场的第一句话却是：首先，我们得先把这个家伙治愈。
可警卫们都不敢靠近。洛南挠了挠头，去吧，西塔，把他治好，不死就行了。话音落下，西塔身上立马出现一个魔法阵，但是终究只是将达兰维持在不死的状态。随后一旁舒利芬向着内比罗斯解释，这个在格兰西亚工作的4年的骑士，实际上是来自克拉泽星云的卧底，而且从对方一系列的行动来看，他们的最终目的很可能是摧毁格兰西亚。来不及过多考虑，舒利芬立马就赶往了家族领地。洛南看着他远去的背影，不禁开口骂道：“这个没礼貌的家伙，连谢谢都不说。”那是因为情况紧急。内比罗斯开口：“你让舒利芬参与进来是明智的选择，因为贸然伤害格兰西亚的骑士，很可能跳进恒河也洗不清。”洛南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他说1000句话都抵不上舒利芬的一句话。洛南咬着牙看向天空，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公爵会在未来的几年内神秘的死去，并且直到巨人降临之前都没有被人发现，凶手很有可能就是克拉泽星云。想到这，洛南突然有点沮丧。公爵大叔挺好的一个人，却死得不明不白。就在这时，内比罗斯开口：“你愿意来我的房间睡吗？”洛南一愣，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宿舍已经在战斗中被摧毁。虽然这有点不太好，但是也只能……话还没说完，面前的空间突然开始扭曲，洛南被吓了一跳。校长，你这样太吓人了，是吗？好久不见。扭曲空间里走出来一个白花花胡子老头。我刚刚好像听到了一件事情，如果你今晚没地方睡的话，不，我已经……洛南刚想拒绝，就被校长拉进了空间里。洛南一脸懵，这个老头搞砸了一切，本来是和皮肤白皙女士的风流韵事，现在变成了和老头在荒岛上吵架。如果这家伙不是8级大魔法师，洛南早就把他的胡子点了。生气归生气，但是眼前的环境着实让人震撼。这是什么地方？校长摸着胡子笑了笑，这只是我放松心情的地方，景色很好，不是吗？虽然不怎么适合睡觉。话说回来，真的很感谢你做的这一切，拯救卡帕多基，并且让克拉泽星云浮出水面。洛南点了点头，没再多说什么，而校长却在他的身上察觉到了一种深深的忧虑。你有什么烦心事可以说出来？如果我这个糟老头子帮得上忙的话。洛南犹豫了，虽然他没有不信任校长，但是达兰的这件事提醒他要更加小心。校长，请跟着我念一句话好吗？当星光降临的时候，校长疑惑地重复了一遍，但他的头部没有任何肿胀或者爆炸。洛南这才放下心来，随后把自己身上有10个诅咒的事情说出。如果我能控制魔力，用脚趾都可以轻易打败舒利芬。校长挠了挠头，虽然我对你脚趾的实力不太确认，但是更接近帝国后起之秀的人确实是你。紧接着洛南说出了自己想创建社团的想法，因为在巨人降临之前，有那么多强者失踪，这些绝非是偶然事件，所以自己必须要壮大势力，才能把这一切调查清楚。到了第2天早上，洛南来到了菲利普斯广场，这里被人围了个水泄不通，因为现在要把达兰移交给罗多南监狱。洛南挤到了他的跟前，去罗多南吧，听起来很不错，不是吗？听说希利尔的耳朵现在已经没了，我想卡拉卡也会很喜欢你的。达兰没有说话，只是死死地盯着洛南，直到离开的最后一刻，他才说了一句匪夷所思的话：“你明明什么都不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洛南刚想问个明白，没想到护送的施救便已经腾空而起，径直飞往了罗多南监狱。洛南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难道他这样做是有苦衷的吗？不，我只希望他在胡说八道。洛南没有立刻去寻找答案，因为在几天后，卡拉卡会把这一切弄明白，而洛南现在要做的是另一件更紧急的事情。想到这，他便径直地走向教室楼，并且2分半后见到了马伦教授。洛南说明了来意，想让他担任自己社团的指导老师，而在成立的许可证上已经赫然填上了校长克拉蒂尔的大名。见此，马伦也不好意思多说什么，但是他很不理解，这上面的成立理由只是写了2句话：通过积极的额外培训获得实践经验的团体，旨在成为能为帝国做贡献的人。翻译成人话是什么意思？言简意赅的来说，就是确保教授们不会被抓，但是更准确来说，是防止教授们被克拉泽星云暗杀。洛南不想把话说得太透，马伦听完更加迷惑，只觉得这是一个玩笑。见此，洛南也没有再继续解释，因为这些大多都是源自自己的猜想，所以便转移了话题，问起了诅咒之眼的栖息地。但是世间有关于这种幻兽物种的记载极其稀少，马伦教授在查阅书籍许久后才给出了答案。洛南听完笑着点了点头，随后便转身离开。那个地方便是自己社团的第一个目的地，但是这样还不够，因为加上阿萨姆和玛利亚，社团总共才3人，所以洛南又开始转行为社团招人。第一个来的是一个火系法师，一招好火球之术杀伤力不容小觑。可当洛南问到他敢不敢对着有罪的犯人释放的时，对方却整整沉默了10几秒，所以不出意外，获得了洛南的飞机票1张。因为要想加入社团，实力是一个方面，生存还有意志力也是不可或缺。尽管这一天总共面试了512个人，但是成功的却只有1个，正是此前在新生见面会上的那个大块头巴拉马。他随和的性格让洛南很是喜欢。到了第2天，洛南带着众人前往了学院分配的办公地点。听说这次给自己的冒险社团分配的是整整1栋，洛南嘴都要笑歪了。
可当他们来到时，人却直接傻了，因为眼前的是一栋2层的木质小房子，而里面更是只有一张布满了灰尘的吧台。但是尽管如此，洛南却还是很开心，因为这是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接着他拿出了地图，在帝国的西北角画了一个圈，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贝甸山脉，诅咒之眼的栖息地。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地方。当然，洛南在卡帕多基危急期间就意识到了，光靠自己阻止这一切不太现实，所以一个强大的组织是必须的。但是舒利芬还没有从格兰西亚回来，洛南也曾想过邀请伊丽莎白，可惜被他拒绝了。我会尽我所能。巴拉玛的这句话也让洛南对这次行动的信心大增，但是也不能因此荒废了学院的课程，所以他提议让众人把课程安排写出来，挑一个大家都没课的时间去。只是几秒钟，阿萨姆就交出了他的时间表，上面的日程基本是空的。你这个懒鬼，都不打算上课吗？阿萨姆连忙解释，说自己和他一样，是提前把课程都完结了。听到这，洛南脑海里突然顿悟，那如果全部人都提前完成课程，就有更多时间去冒险了。想到这，他便让众人都到外面去。起初洛南是想让自己来当他们的陪练，但是无奈差距太大，只是2分半，玛利亚便宣布投降，所以洛南只好做出了别的安排，让玛利亚和巴拉玛对练，而阿萨姆则用心灵感应操控武器来攻击洛南。就这样练到了深夜，可洛南并没有回自己的宿舍，而是去往了社团招新的摊位，因为这回是安德山在帮洛南的社团招人。可即便是人格魅力爆表的他，却也没有招募到合适人选。我也可以考虑尝试一下，安德山笑着说道。但是其实洛南也有这样想过，发展他的天赋，让他成为伟大的指挥官。可是这样的话，必定会让安德山成为克拉泽星云的目标。洛南低下头沉思，我应该尽快告诉他，让他放弃这个梦想。就在这时，一个人影走了进来，是一个灰色长发、红色瞳孔的女孩，可她的目光却一直看着洛南身上的西塔。你是来面试的吗？洛南简要说明了规则，加入了你的社团，我就能一直摸她吗？女孩指着西塔说道。洛南点了点头，你叫什么名字？几年级？欧菲利亚，魔法系3年级。介绍完成之后，奥利菲亚便准备展示能力。在她举起手的瞬间，一道血红色的东西缠绕在上面，那是气场吗？洛南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只见一团液体迅速凝聚在他的指尖。但是奥利菲亚似乎察觉到了洛南的注视，连忙取消了现有的魔法暗影之爪，随后释放了一个新的技能，是黑暗属性的魔法。安德山满脸惊讶，因为这种魔法几乎是跟心灵感应一样稀有。然而洛南注意到的根本不是这个，因为他清楚地看到对方最初企图使用的是一种类似于西塔的血魔法。你通过了。洛南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因为他感觉这个女孩很不一般，血红色的瞳孔加上白皙的皮肤，并且会使用血魔法，这让洛南想起了一个古老的种族，那便是吸血鬼。就在他想开口询问的时候，奥菲利亚的声音在脑海里响起，你猜对了，但是请你保密，这是心灵感应的魔法，只有洛南能听见。见他微微的点了点头，奥菲利亚松了一口气，那我现在能摸他了吗？征得了洛南同意之后，他慢慢的将手伸了过去，没想到西塔没有表现出一点反抗的迹象，反倒是开心的用头蹭了过去。就这样过了2分半，洛南忍不住开口，你们不是都因为那件事离开帝国了吗？对的，但是仍有少数分散在帝国各处，而我是唯一一个入学了菲利普斯的。这件事只有校长和几个教授知道，所以我会尽可能隐藏身份，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奥菲利亚说完又陷入了沉默当中，只有一旁的西塔能缓解他的不安，因为在这个小东西身上有一种类似于同族的气息，明明不是吸血鬼，却可以操纵血液，这是什么动物？洛南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应该是一个虚幻的物种。接着洛南把西塔这短暂的一生都说了出来，这让奥菲利亚更加兴奋了。仅仅2个半月就能熟练的使用血魔法，他不敢相信这小家伙的潜力到底有多大。我能拔下他一根羽毛吗？求你了，我只要2根。见洛南一脸不解，奥菲利亚继续解释，用这些羽毛研究一种新的血魔法，我保证我会回来教给他的。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提议，2根羽毛换一个技能。洛南同意了，拔下3根羽毛交给了他。奥菲利亚接过了之后，兴奋的全身颤抖，跟洛南道谢之后便迅速离去。在接下来的每一天里，阿萨姆、玛利亚和巴拉玛都在积极训练，他们成长得很快，而洛南有空的时候也会过来亲自教他们。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玛利亚拿到了帝国剑术班的毕业证，而巴拉玛也完成了终极肉搏战，但是舒利芬却还是没有回来。传闻在格兰西亚家族领地正在发生大规模的镇压行动，这一切的真假无从考究。而在内比罗斯教授嘴里，洛南得知帝国的国王也知道了希里尔和达兰的事，专门成立了一个足以对抗克拉泽的组织，所以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洛南也不得不尽早的实行计划，准备捕获更多的诅咒之眼，来解除剩下的9个诅咒。为了节约时间，他准备租赁一种叫幽灵马的交通工具，听闻此马的速度是牛肉的6倍。就这样，他们很快就来到了贝甸山脉。这是一段极为坎坷的山路，对于受了几十天耐力训练的人来说，其实这也并不算难。他们就这样一直走，到了天黑才停下扎营。就在众人都悠闲地烤着火时，洛南却突然拿起拉曼茶，急速地朝着一个方向冲去。原来就在洛南4人来到贝甸山脉时，他就察觉到了有东西在跟踪自己。刀光一闪，洛南就向对方发起了攻击。2秒半后，一只36块腹肌的哥布林应声倒地，露出了背上的一个奇怪的圆形图案，这是被兽人奴隶的标志。看来我们已经被盯上了，必须要尽快离开这里。虽然这种哥布林的威胁不低，但是背后的兽人却不容小觑。
他们拥有比人类强壮数十倍的身体，并且是成群行动，因此兽人可以说是这里的第二大威胁。那第一大威胁是什么？一旁的阿萨姆开口：是食人魔，你们听说过吗？他们拥有极其厚重的皮肤，就连刀剑都不容易穿透，并且他们的身体也很强壮。在洛南上一世，他就曾经和一个食人魔大战了3天3夜，但是却没有分出胜负。现在想想，一个食人魔的战力甚至超越了100个兽人，如果遇到了的话，就只管跑吧。但是还好他们很幸运，除了那一群被吓跑的哥布林，此外洛南没有遇到任何意外。他和阿萨姆、玛利亚和巴拉玛4人轮流值班，就这样很快就到了天明。天一亮，他们就起来赶路，越往前走，空气中魔力的浓度就越高，这也是怪物们会在这里定居的原因。走了大约几个小时后，他们终于到达了一个叫莱恩的地方。这里处于贝甸山脉的中部，由于魔力过剩，周围的树木都开始扭曲变形，这让洛南一伙人大喜，因为这里魔力的浓度甚至比费尔南多泉水还要高数倍，所以这就意味着哪怕是这里一块普通石头也有不菲的价值。他们把自己的背包装满之后，便向着莱恩更深处走去。而在洛南的记忆中，前面就有一片废墟，恰巧诅咒之眼喜欢阴暗，因此可能会集聚在这些建筑物之下。于是洛南赶紧加快了脚步，很快就甩开了众人。可记忆中的废墟却并没有出现，反而是有一座石头雕刻的高耸建筑物。原来它还没有被摧毁吗？真奇怪。洛南怀着疑问准备进去，可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了一道声音：真是意外，没想到会有客人大老远来到了这里。洛南听到本能的抓紧了拉曼茶，因为直到声音响起之前，他都没有发现对方的存在，所以这家伙绝对不是一般人。面对洛南的攻击姿态，这个陌生人显然被吓了一跳，就连手中的篮子也应声掉落。冷静点，伙计。说完，他举起了双手表示善意。等洛南看清对方时，才发现他是一个中年的精灵，随后便放开了拉曼茶。你在这里干嘛？精灵终于松了一口气，从地上捡起了他的篮子。我是一名服务萨尼尔的牧师，来这里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萨尼尔，洛南的脑子里并没有关于他的记忆，现在已经很少人记得他了，所以来这个地方的朝圣者也寥寥无几。说完，精灵便开始收集从篮子掉落的草药，而洛南也走上前帮忙。你打算把它们都吃了吗？看着这些形状千奇百怪的草药，洛南眉头紧锁，可精灵听完却呵呵大笑了起来。别看他们奇怪，这些可都是珍贵的草药，既然你提到了这个，我可以用它泡茶给你们喝，但是我还有同伴，能带他们一起吗？精灵欣然同意。很快5人便集聚在建筑物里面。通过交谈得知，原来精灵叫萨兰特，而这里是一座供奉塞尼尔的寺庙，中央的那个雕刻正是他的神像。看着这块像玉米的石头，洛南眉头紧锁，这根本就没有一点神的样子，再加上有希利尔这个前车，于是洛南不得不起了疑心。萨兰特，你跟着我念一句话，星光降临就是世界末日。萨兰特一脸不解，那是什么意思？而洛南已经做好了拔剑的准备，巴拉玛则堵在了门口，但是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萨兰特身上。好吧好吧，于是他重复了一遍，但是身体没有出现异常。洛南松了一口气，跟他简略的解释了一下克拉泽。我想起来了，利索达七世国王统治期间也有一个类似的组织。利索达。洛南听完眯起了眼，这是他在历史课上才能听到的名字，根本和现在毫无关系。随后2人开始闲聊，在这个期间，洛南得知萨兰特已经活了几千年了。验证结束，对方是克拉泽成员的概率几乎为0，但是洛南还是没有放松警惕。在萨兰特将带有草药汤的杯子递过来之后，他只是喝了一小口，但是当滚烫的液体流过洛南的喉咙时，他的视力突然变得模糊。一旁的精灵见状笑嘻嘻的开口，希望你会喜欢。洛南很快就意识到可能是查理尔，立马准备拔剑反击。可就在这时，他的视力开始恢复，并且看得比以往还要更加通透，任何细微的魔力都在眼中一览无余。原来这是一种可以增强魔力亲和度的草药，虽然喝下去的一小会有不适感，但是长期喝无疑能增强魔力。萨兰特不仅将他剩下的一大袋交给了洛南，更是将秘方也全盘托出。顺便问一下，你们考虑在这里多住几天吗？萨兰特开口询问，最终得到洛南一伙全额赞成。在这个期间，萨兰特不仅给众人炭烤了一头烤全牛，并且说明天的晚餐会比现在的更丰盛。听到这里，洛南脑海里顿时闪过一个可怕的想法，到第2天小队里会少一个人，而且在吃晚餐的时候，玛利亚会被粉红色的毛发卡住牙齿。虽然她看起来很和善，但是终于要露出真面目了吗？尽管洛南很担心，但是预想的事情却并没有发生。第2天他们的晚餐是只巨大的麋鹿。看到这里，洛南不禁皱起了眉头，我以为我们中的一个会被端上餐桌。萨兰特沉默了几秒，如果我让你不舒服了的话，我很抱歉，因为太长时间没有看到客人了，所以我才会显得那么兴奋。看来是我太敏感了。洛南尴尬地挠了挠头，在现在看来，萨兰特无疑是个善良的老头，那么谁会摧毁他守护的这座寺庙呢？洛南的脑海里闪过了1万个可能。到了夜晚，他趁着萨兰特不在的时候，将众人叫了起来，因为最大可能摧毁寺庙的就是在这附近定居的兽人们，所以洛南想在离开之前替萨兰特清除掉威胁。众人听到这个提议都被吓了一跳，因为这附近最少有6个定居点，每个都有数百兽人，要清除掉那么多绝非易事。可洛南心里却早已经有了计划。就在这天晚上，一个兽人卡拉米突然发现河里的水竟然在一夜之间干枯了，他连忙跑回去向酋长报告，可对方听完却
拿起一旁的斧头，直接将卡拉米砸死，因为他坚信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可就在酋长准备再次入睡时，却又闯进来了几个兽人。没有办法，酋长只好和他们一起来到了河边。没想到这竟然是真的，原本湍急的河流，此时竟然变得干枯无比，兽人们顿时变得不安了起来。于是酋长猜测，这肯定是对面的刀锋部落干的，我们去让他们给个交代。不久后，两个部落的兽人便都集聚在一起，可一言不合就开始动手，最终演变成了4个部落之间的大混战。但是正当他们沉浸在战斗之时，上游一股湍急的河流冲了下来，瞬间就将成千上百的兽人冲走，其中将会有超过一半溺死。而洛南则在山上平静地看着这一切，这是安德山最常使用的策略之一——水攻。洛南照虎画猫地搬了过来，其中最大的功臣无疑是阿萨姆，他的心灵感应可以控制水流。可明明立下了大功劳，阿萨姆却满脸不安。我会下地狱的，一定会的。随后他们几人趁着这个时间，赶往了其中的一个兽人定居点。因为其中的大部分精英都前往战斗，所以留守在兽人营地的都是一些老弱病残。洛南3人轻而易举地便将他们清理干净。随后他便向着营地深处走去。起初洛南对在这里找到宝物没抱太大希望，可在其中的一个帐篷里，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是诅咒之眼。但是遗憾的是，这个东西已经被兽人吃掉了一半，现在完全没有了生命体征。该死！这些家伙竟然这样对待宝物，洛南只能无奈地将诅咒之眼的残骸丢弃。就在他准备继续寻找之时，玛利亚迫切地赶了过来，因为她在另一个地方发现了一个被捆住的女精灵。他的身上竟然看不到一丝伤口，但是情况似乎不容乐观，像是受了一种很重的内伤。洛南赶紧用拉曼茶去割捆住精灵的绳子，可任凭这把剑再锋利，竟然也无法将它割断。就在洛南众人手足无措之时，精灵女人的嘴巴微微地动了起来。带我去见萨兰特。说完，他便深深地将头低下，连身上的魔力也消失得一干二净。洛南，他好像快死了，要不我先送他去寺庙里吧。洛南拒绝了玛利亚的提议。我去，我速度快。说着，他看向了一旁的巴拉玛，你们两个别逞强，等着我回来。说完，洛南便以最快的速度冲向寺庙，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他就赶到了目的地。萨兰特，快点看看，他的情况好像不太好。说完，洛南便把女精灵轻轻地放在椅子上。看到她的第一眼，萨兰特便认出了她。布里吉亚夫人，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她是你认识的人吗？萨兰特点了点头。是的，她是塞尼尔的信徒之一，但是她最后一次来朝圣的时间大约是在200年前，情况紧急。萨兰特没有再继续解释，他拿出了一瓶粘稠的小瓶药水，全部喂给了布里吉亚。因为根据他的猜测，这应该是中了一种强效毒素。在喂下了解药之后，布里吉亚的脸色慢慢好转了起来。但是还有一件事令洛南不解，就是这个割不断的绳子是怎么回事？萨兰特检查了一会，随着他低头嘀咕了几句话，绳子竟然奇迹般的自己松开了。这是一个古老的道具，任何东西都无法将它割断。说完，萨兰特便将布里吉亚抱到了床上，随后转头告诉洛南，你做得很好，我们只需要静静的等着他醒来就好了。说到这，萨兰特突然死死地盯着洛南，责怪他不应该去那么危险的兽人村庄。如此庞大的兽群，就算每只兽人都只吐一口口水，也能把你恶心死。洛南哑口无言，只好开口解释，说自己是去寻找诅咒之眼，用来解除身上的诅咒。哪知萨兰特听完却瞪大了双眼，你为什么要用如此下策的方法？诅咒之眼可以更方便地解除诅咒不假，可这样做的话，会对使用者的身体造成很重的负担，严重的话，甚至会让精神崩溃或者身体残疾。萨兰特的这些话也解释了洛南之前眼睛发痒的原因，还真是千钧一发。到了这里，洛南便放弃了用诅咒之眼这个念头，随即便告别了萨兰特，回到了兽人村庄。这里已经成为一片废墟，阿萨姆、玛利亚和巴拉玛都在原地站着。汇合了之后，他们清除了70%以上的兽人，但是却连一只食人魔都没有看到，这让洛南有些失望。不过这样也好，最少已经把会摧毁寺庙的威胁解除。随后洛南便准备离开，在这之前，萨兰特又给他塞了一大袋草药。旅途愉快，这是我近1000年来最快乐的2天。洛南回以微笑，挥手告别了萨兰特，骑着幽灵马赶往了学院。等洛南众人走后，萨兰特的表情立马阴沉了下来，你变了很多。而一旁的布里吉亚靠着一根柱子，手中轻松地捻着头发，身上看不到一点受伤的痕迹，你还是老样子。萨兰特一脸严肃，没想到你会背叛我，派一个老朋友去当刺客，还有你会被兽人抓住，真是个拙劣的表演。布里吉亚听完笑了，我被兽人抓了一夜了，都没见你来救我，我正在接待尊贵的客人。布里吉亚笑容逐渐消失，你是说那些孩子吗？你应该杀了他们。我直到很晚才明白这一点，世界终将会被星光吞噬。萨兰特听完满脸愤怒，你对塞尼尔的信仰哪里去了？布里吉亚摇了摇头，你该长大了，萨兰特。说完，他突然拍了拍手，顿时一道巨大的轰鸣声响彻天际，仿佛整座山都陷入了震动。随着一阵阵怒吼声响起，30多只食人魔将寺庙团团包围，并且在他们身上都有一种类似石头巨人身上的图案。多么神奇的魔法！这就是星光的力量。布里吉亚带着嘲弄的语气开口，
随着一声令下，一只食人魔将萨兰特紧紧地握在手中。我们已经是千年的好友了，要么加入星光，要么被食人魔捏死。萨兰特没有回应，他略带悲伤地看了一眼食人魔。本来我会平静地接受死亡，我已经厌倦了组织之间的斗争，但是直到前几天那群孩子的出现，又让我看到了一丝希望。塞尼尔还没有抛弃我们。说完，萨兰特一弹指，食人魔的身体迅速扭曲，随后裂成了两半。布里吉亚愤怒地盯着优雅落地的萨兰特，你会后悔的。说完，他伸出了手臂，一旁的阴影迅速凝聚了过来，最终形成了一把黑色的短刀。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在颤抖。布里吉亚的气场比200年前强了不止数倍，而萨兰特却叹了一口气，嘴里吟唱起了咒语。随后，一个魔法阵出现在脚下，话音落下的瞬间，由一阵阵魔法构成的暴风将周围的一切湮灭。可本该摧毁一切的最强一击，却被布里吉亚凭借巨人之力格挡，而这强烈的魔法撞击，也让千里之外对魔力敏感的阿萨姆有所察觉。我的头好痛！天空每亮起一次，他的尖叫声就越响亮一分。所有人都认为他是受到雷声的惊吓，但殊不知这是2大精灵战斗所致。而一旁的洛南也显得心事重重，因为兽人没有储藏食物之类的习惯，所以布里吉亚应该会被吃掉才对。更可疑的是，他的身上竟然没有一丝魔力，即使是昏倒失去意识，也不应该一点都没有。这更像是一种刻意的隐藏。想到这，洛南突然一脸严肃地看着众人：“你们先回学院去，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跟过来。”说完，洛南便向着寺庙飞奔而去，而天空也在这时下起了倾盆大雨。跑了1个多小时，洛南还是没有看见寺庙。他抬起了头，远处似乎有魔力爆炸的跳动，下一秒更是突然出现4只龙在空中盘旋，并且伴随着一种像荆棘一般的黑影。洛南擦了擦眼睛上的雨水，加快速度冲了过去，但是突然他的身体似乎被什么东西击中。该死！洛南一抬头，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他的眼前，并且伴随着一种瘟疫般的恶臭。原来是你，格沃克，好久不见。洛南干笑着，因为对方正是上一世和他战斗不分胜负的双头食人魔格沃克。可当洛南仔细观察了一下对方时，眼中却透出了些许失望。但是你病了。洛南说完，抓紧剑柄冲了上去，因为在格沃克身上也出现了那种圆形图案，这也代表着他已经被奴役。双头食人魔的怒吼穿透了雨声，在整个山脉回荡，这足以让任何生物胆寒。洛南冲向了他的右侧，用拉曼茶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刀片穿透坚硬皮肤的感觉传遍了他的指尖。这和上一世的截然不同，前世的他挥剑100次也比不上这一击。拉曼茶确实是一把好剑，但是洛南却并没有太高兴，因为伤口太浅。格沃克仅仅用了几秒就止住了出血。洛南再次发起攻击，这一次他把拉曼茶的1/3刺进了对方胸膛。格沃克吃痛，挥起了强有力的手臂反击，可不仅没有命中洛南，反而把拉曼茶的剑刃全部拍入了自己的体内，直接将心脏刺穿。这一刻，格沃克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他的尖叫声传遍了整个山脉。洛南冲过去抓住剑柄，将拉曼茶拉出，随后用了2道斩击结束了战斗。虽然战胜了这个老对手，但是洛南却没有感到满足。我想，如果我战胜的是头脑清醒的你会更好。离开了老对手的遗骸，洛南继续向着山路走去。等到他接近寺庙时，周围的环境越来越荒芜，各种树木被折断或者连根拔起，并且到处都是食人魔的尸体。此时4条龙和魔力跳动都已经不见。最终，洛南到达了目的地，寺庙已经变成废墟，而周围也全都被夷为了平地。怎么样？我早就告诉过你该长大了。突然一道女声响起，洛南赶紧转头看去，说话的人正是布里吉亚，但是却不见萨兰特的身影。洛南慢慢的前行过去，此时萨兰特的声音再次响起：“你这是耍了什么花招？”布里吉亚大笑：“星光的祝福，多么奇怪的魔法！如果不是这份力量，恐怕我现在已经死了。”随着洛南慢慢靠近，布里吉亚的样子越来越清晰。他的左臂被完整的切断，身上到处都是伤口，似乎能站起来就已经是个奇迹。尽管这样，布里吉亚还是显得异常兴奋。在这种不完整的状态，力量就如此强大。我终于明白上级为什么要借用星光的力量。听到这，洛南赶紧四处张望，企图寻找到萨兰特的身影。2秒半后，洛南在塞尼尔的雕像旁看到了他。一眼看去，他的状态似乎比布里吉亚要好得多。但是问题是，萨兰特的下半身竟然没了，他的身体被拦腰斩断。这一幕让洛南瞬间青筋暴起，本能的抓住剑柄冲向了凶手。你这家伙对他做了什么？就在刀刃即将命中他的喉咙时，布里吉亚转头看着洛南，接着竟然诡异的笑了。明明差一点就能将对方斩杀，但是洛南的身体却在这个时候动不了。很感激你在兽人村庄救下我，所以我放你一马。布里吉亚冷漠的声音响起，随后把洛南丢了出去。可洛南却眉头紧锁，再次冲了上去。可无论挥出多少次斩击，布里吉亚都能轻易躲过，因为早在1000多年前，他就已经是利索达皇家骑士团团长。论剑术，没有人能比他更熟悉。如果你不跑的话，那我只能杀了你了。闭嘴！洛南发出怒吼，他绝对不会原谅伤害自己朋友的人。他瞪大了眼睛，紧握拉曼茶的手中再次亮起红色魔力。这一刻，洛南的攻击比之前要快出数倍，竟然让布里吉亚都察觉到危险。他连忙做出防御姿态，可洛南挥剑的力道太大，直接让布里吉亚手中的匕首飞了出去。去死吧！洛南试图再次挥剑，却不料背后突然出现一股凉意。出于本能，他停止了攻击，向后看去，身后是一个由阴影构成的荆棘。洛南挥刀将他斩断，
却不料在切口处竟然源源不断的冒出那种发光的黑色魔力。克拉泽星云，洛南脱口而出。布里吉亚听到这句话时，眼神完全变了，连声音都比之前要冷漠几分。终究是不能让你活着。说完，布里吉亚伸出了手，接着4道黑色的阴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发出。洛南勉强挡下3道，但是还有1道直接贯穿了他的肩膀。快跑！萨兰特的声音响起，这和洛南的想法也不谋而合，只要和对方拉开距离，就能留给自己足够的反应时间。但是你为什么还没死？洛南有点惊讶，但是突然他意识到自己的手指竟然在发抖，这是个极度危险的信号。于是洛南便转身逃跑。布里吉亚歪着头嘲笑：吹嘘了那么多，你却要逃跑吗？话音刚落，没想到天空突然变得比白天还亮，接着1道巨大的雷电落在了布里吉亚的头上，但是却在离他很近的时候散开，魔力和电流发生了剧烈的碰撞。该死，又是这样！萨兰特露出非常震惊的表情，他根本看不到是什么东西挡下了攻击，而布里吉亚则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但是似乎雷电并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伤害。洛南转头看去，只见对方身上包裹着一种透明的屏障，这东西他似乎在哪里见到过。对，是巨人阿海尤特。前世的他就是凭借这个能力格挡了洛南队友的所有攻击。果然，布里吉亚是那个秃头的崇拜者。就在洛南沉思之时，他突然小声跟萨兰特说话：“请帮我创造一个机会，你现在用你能用的最强招式。”萨兰特露出怀疑的表情，点了点头，因为满蓝的自己都没有办法伤害到他，更别说现在自己已经只剩一半了。话音落下，洛南便向着布里吉亚的侧面跑去，而萨兰特则使出了1道风之矛，两者与布里吉亚的距离迅速接近。没有丝毫犹豫，他把头转向了萨兰特的魔法。这是个极其合理的判断，一个千年大法师的威胁自然是要超过菜鸟见识100倍。也正是这个合理的决定，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拉曼查彻底撕破了他的防御，在空中划出1道完美的弧线。布里吉亚被洛南斩杀，随后他的头变成黑雾后迅速消散，看样子他并没有那种再生能力。洛南松了一口气，接着赶紧冲向了一旁的萨兰特，但是情况似乎不容乐观，最合理的建议应该是送到太平间去。可洛南却没有放弃，他大喊了一声西塔，声音在山脉中回荡着。不久后，一个黑影迅速出现在眼前，甩了甩身上的雨水后便开始使用了治疗魔法。洛南肩膀上的伤口很快就被治好，而萨兰特的出血也被止住。你能把我带到塞尼尔面前吗？洛南照做了。萨兰特温柔地笑了笑，谢谢，不过我从来没有想过你能扳倒他，他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剑术大师，甚至一度担任利索达皇家骑士团团长。确实，布里吉亚是洛南目前遇到最强的敌人，连重伤状态都有如此恐怖的实力。如果不是他对阿海尤特的屏障太过自信，可能战斗结果也会不一样。接着萨兰特说出了布里吉亚到来的原因，并且提到了他不是战友中唯一的叛逃者。更令洛南惊讶的是，克拉泽星云在萨兰特童年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并且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安排有刺客。说到这，洛南基本已经可以推断出来，克拉泽的某些高级成员已经具备有不同程度的巨人之力。这样的话，那些强者一一失踪也就不奇怪了。就在洛南沉思时，萨兰特的情况迅速恶化，他咳出了一大口鲜血。看来我时间不多了，把这个戒指交给图书馆的道恩马托普，他会告诉你一些关于你诅咒的事情。萨兰特费力地将戒指取下，交给了洛南。不要放弃，我相信塞尼尔跟你联系是有原因的。说完，萨兰特颤抖地伸出食指，迅速刺破了洛南的胸口。就在这里，接着念起了一些听不懂的咒语，周围的魔力迅速凝聚了过来。洛南警惕地后退了一步。你在做什么？只是休息一下。说完这句话，萨兰特就再也没有了动静。洛南能感觉到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坚硬，一种像岩石一般的物质从他的伤口处向上蔓延，最终萨兰特完全石化，变成了一块淡白色的宝石。洛南刚想捡起来，身后就响起了一道熟悉的声音：“嘿，在那边！”只见洛南小队的几人快速地跑了过来。这么说，萨兰特死了吗？阿萨姆哽咽地开口。洛南摇了摇头，说不准，也许他真的能变成石头恢复自己。而萨兰特也微微泛出了白色魔力，似乎在回应洛南的话。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阿萨姆提到了最近有个女孩老是缠着他。细问之下，洛南才知道那个女孩就是伊丽莎白。在阿萨姆获得3次比试第1之后，伊丽莎白就好像对他着迷了一般，每天都变着花样搭话。突然，一个伟大的想法在洛南脑海闪过，也许他们也能这样招募伊丽莎白，就像招募舒利芬那样。阿萨姆就这样被委以重任，社团会议也到此结束。而接下来，洛南要参加学院的中期评测，所有的武术系学生都要集中到费城的广场。但是，一到场，洛南就傻眼了。只见那些学生个个都身穿战袍，甚至连舒利芬都穿上格兰西亚的家族上衣。就在洛南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注意到了一旁的安德山，没想到他也要参加考试。和以往不同，安德山腰间挂着一把长剑，看上去非常英姿飒爽。就这样，他们排到了一起。接下来，教授们迈着威严的步伐登场。准备好了吗？奈比罗斯的声音在广场回荡。随着他身后的校长弹了弹手指，所有人都被传送到了一个荒岛上。洛南皱着眉头，因为这里正是校长的异空间。原来所谓的中期评测，就是在所有参赛学生中
决出一个胜利者。当然，他们每个人都分配了一个模拟手环，当身体受到致命伤害之后，会被立刻传送回费城，这也就意味着失去比赛资格。尽情的战斗，不要害怕受伤。内比罗斯的声音在小岛上方响起，费城最好的医疗师已经在外面待命。话音落下，也正式宣告比赛开始。尽管内比罗斯已经说得很清楚，但是洛南还是担心会误伤，毕竟拉曼查的锋利程度是难以想象的。走着走着，洛南遇到了一个男学生，就在两人目光相遇的时候，那名学生的眼神突然变得凶狠，没有任何警告，他挥动着带有蓝色魔力的长剑冲了上来。等等，洛南刚想劝他冷静，却不料对方还是没有一点迟疑，于是洛南只能被迫反击。就在拉曼查接触到男学生的脖子的瞬间，他的形态开始扭曲，接着便原地消失。原来这个手环不是生成保护屏障，而是基于一种检测的方式，那就意味着洛南可以全力以赴，所以他便继续往前走。没想到就在这时，前方传来了刀剑碰撞的声音，洛南走了过去，却发现一件可怕的事情，自己的学姐正在被人伤害，并且是刀刀避开要害。这一幕瞬间让洛南暴怒，他立马就冲了上去。尽管这是一个半虚拟性质的比赛，受到致命伤害会被传送离开，但是那些不足以致命的伤口却会永远的留在身上，这也是洛南会如此生气的原因。他用2道斩击命中了那位施暴的女同学。好玩吗？这样侮辱别人。洛南故意放轻力道，使攻击不足以触发传送，而女同学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吓懵，眼泪不自主地从鼻孔流了出来。看着惶恐不安的他，洛南的怒气稍有消散，接着便将他送出了比赛场地。做完了这一切后，安德山却突然心头一惊，因为这场比赛的胜者最终只有一个人，他们迟早要面对彼此。可洛南却提出先暂时忘记比赛，因为有一件事情洛南一直想告诉他，但是始终没有机会。由于克拉泽的行动越来越疯狂，相应的安德山就会越危险。就这样走了很久，洛南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一般，我决定了，我们来场对决，只要你用剑擦伤了我，我就认输退出比赛。相反，如果我赢了，洛南的声音越说越小，就别胡闹了，好好回家去做裁缝。洛南咬着嘴唇，最终还是没有将这2句话说出口。你赢了之后呢？安德山一脸不解，但是突然，洛南用力地把他拉到了自己的身旁。2秒半后，一个大锤就落在安德山先前的那个位置。一阵巨大的响声过后，灰尘中传出来一个低沉的嗓音：洛南，我听说过很多关于你的事情。话音落下，一个穿着厚重盔甲的光头男子出现在眼前。原来他是大3的尖子生阿云，是一个将战锤耍得出神入化的大师。因为洛南在新生见面会上让高年级学生丢脸了，所以阿云特地过来要给他点颜色瞧瞧。没有过多迟疑，阿云再次抡起大锤砸了过来。洛南后跳躲过，却不料一旁又冲出来2个光头莽夫，身后就是悬崖。他们似乎早就做好一起出局的准备。洛南挥剑反击，虽然拉曼查精准命中2人的要害，但是洛南也因为惯性掉下了悬崖。这样一来，安德山就变成了一个待宰的羔羊，因为他现在不仅没有气场，甚至魔力也几乎没有。但是神奇的一幕却发生了，光头的几次攻击都被安德山巧妙地躲过了，这也让光头大胆惊讶，因为在他看来，安德山就是那种极致努力但天赋却几乎为零的人。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说完，光头再次做出攻击姿态。就在这一瞬间，数百条预测对方行动路线的轨迹出现在安德山眼中。接着光头抬起了右脚，安德山眼中的所有轨迹也在这时汇聚成了一条。这次的攻击也毫无意外地躲过。虽说如此，但是打击溅起的大量细石还是让安德山伤口累累。你为什么不试着反击一下呢？光头突然的傻笑，接着用战锤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再次砸了过去。一声巨响过后，一道金属撞击的声音响起。光头转头看去，安德山的剑用一种完美的角度命中自己的脖子。但是可惜的是，光头的气场硬化了皮肤，所以攻击几乎没有造成伤害。安德山的手颤抖着，他一抬头，近在咫尺的大锤已经砸了过来。可就在这时，一道红光亮起，光头的锤子被整齐的切断。你还活着太好了！赶来的人正是洛南，他只是看了一眼安德山，眼神就完全变了。毫不夸张地说，安德山身上的每一寸地方都受伤了，而光头也在这时感到了一丝不安。可正当他想再次激活气场时，洛南已经完全在眼前消失。还没等反应过来，光头的肚子就出现了一道红线，气场也不管用，鲜血迅速染红了他的盔甲。随后又是一连串的斩击，但是都避开了要害。等洛南再次出现在眼前时，光头的视线已经变得模糊，他隐隐约约看见前面有一个拳头砸了过来。等再次睁眼，光头已经回到了费城广场。发泄完之后，洛南的怒气才消了一些，他赶紧拿出昂贵的恢复药水给安德山涂上，这才让情况好转了起来。之后他扶起了安德山，我们走吧。什么？我们不是要对决吗？安德山一脸不解，到了最后再说吧。洛南慢慢的向前走去，就在走路的途中，安德山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了洛南。原来他的爸爸是裁缝，妈妈是军官，而2个哥哥都是士兵。由于安德山是家中最小的，因此家人们都会将肉留给他吃，让他长身体。本以为这样的日子会永远下去，但没想到尖牙之夜爆发了。
数万兽人袭击了他们所在的城市。就在那一天晚上，沉默寡言的母亲带着一把剑离开了家，但是在离开之前，她吻别了每一位家庭成员，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在不久后，身为普通人的父亲和安德山被送到了别的城市。后来他收到了消息，由于指挥官误判了形势，让整个主力部队都毫无意义地死在了战场上，而他的妈妈和哥哥就在其中。也正是从那一天起，安德山就有了一个将军梦，他发誓要让这类事情不再发生。洛南看着这个表情坚毅的女孩，陷入了思想争斗，最终他缓缓地开口：其实你不是没有魔力天赋，而是它很特别，是一种强大的暗影魔力，但是要经过一次单独觉醒，让我来帮你。这一刻，洛南终于下定了决心，他不能让安德山回家当裁缝。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是帮助他实现将军梦才是正确的。而安德山也看着洛南，他的眼神里有多种复杂的情感在打转。他不明白洛南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好。可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我们终于见面了。抬头看去，说话的人正是舒利芬，他一人击败了超过一半的参赛者，真是个疯子。洛南低头骂了一句，随后他看了一眼旁边的安德山，也许是时候将他送出去了。看，那边有只鸡在打篮球。安德山抬头看去，他隐隐约约地听到了洛南的声音：其实第3名也不错，对吧？话音落下的同时，拉曼查利落地划过了他的脖子，一阵湿热的余温传上了安德山的大脑。等他回过神的时候，已经身处费城广场。他颤抖着摸了摸脖子，但是还好预期的伤口并没出现。安德山松了一口气。就在这时，内比罗斯的声音响起：恭喜你，你排到了第3。可安德山听完却深深地将头低下。但是我什么都没做，只是跟着学弟在那里跑。不是的，你的表现其实并不差，特别是和阿云的战斗。内比罗斯说完，把手指向一边：我们都是亲眼所见。抬头看去，在广场的南墙上的赫然就是比赛场上的现场直播。只见洛南和舒利芬在奋力拼杀着，然而他们的战斗却不像是剑士之间的决战，反而更像是2个魔法师。到处都是暴风和红光，他们的身影不停地在屏幕上穿梭。每一次剑与剑之间的碰撞，都会使广场的欢呼声更响亮一分。他们2个的气场水平都明显要远超正常学生一大截。但是洛南的速度要比舒利芬快上不少，所以在比赛开始初期，舒利芬的身体和大腿上都被洛南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口。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舒利芬在战斗中的成长堪称一流，很快就基本赶了上来。这就是我讨厌天才的原因。洛南苦笑一声，因为暴风雨的余波无法格挡或者闪避，因此在他的身上留下了密密麻麻的细微伤口。我很开心。舒利芬突然大笑，很感谢上天给了我一个像你这样的对手，但是我坚信我能超过你们所有人，包括扎伊法和内比罗斯教授。说完，他们身边的魔力突然开始打转，随后便都集聚在舒利芬的剑刃之上，并且范围在急速增大。搞什么鬼？洛南低头骂了一句。不多时，一道巨大的风暴便从舒利芬的剑刃急速地挥舞而出。洛南紧握住拉曼查，找准时机的话，把它切开应该并不难。一道红光亮起，结果也正和他想象的一样，风暴被完整的切成了2半。可正当洛南如释重负准备落下时，一道更为巨大的风暴已经近在咫尺，这种距离已经没有办法再躲开。你这个骗子，竟然玩这种把戏！洛南的声音很快就被暴风雨淹没，而舒利芬的情况也不妙，因为失血过多跪倒在地，但是他却扬起了嘴角。他把另一个威力更大的暴风藏在了普通暴风后面。如果不是这个策略，舒利芬不可能赢得了那个怪物，因为他只有调动全身的魔力，才能勉强跟上洛南的速度。当然，这种状态不可能持续太久。想想看，胜利者应该是什么？姿态回归，舒利芬的视力变得模糊，甚至连说话的逻辑都开始不连贯。随着风力的减弱，一个物体从高空掉落。不可能！舒利芬一抬头，他的目光和洛南相遇了，对方血淋淋的样子不禁让他的身体止不住颤抖。你怎么会没有被淘汰？洛南紧握剑柄冲了过去，他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因为随时都有可能会失去意识。眼看着舒利芬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挥出了一个小暴风朝着自己驶过来，但是身体状态却不支持躲避，而这种距离拉曼查也够不着他，因此洛南只能选择再次接下了这一击。在暴风的摧残下，他的意识逐渐模糊，但是身体还是本能的挥剑格挡。也就是在这时，他突然感觉到一种难以解释的疼痛席卷全身，就像是被雷电击中一般。恍惚间，洛南似乎看见拉曼查上面发射出了一道波浪形的剑气。等再回过神来，洛南已经出现在了费城广场。尽管周围还是爆发出响亮的欢呼，但是洛南的表情却略显失落。他坚信自己输了。快点过来，这里有伤者。安德山赶紧叫来医务人员，并且告诉了洛南一件离奇的事情：比赛结果似乎无法确认。洛南听完瞪大了眼睛，他清楚地记得那个位置，剑刃是不可能碰到舒利芬。在3个费城顶级治疗师下，洛南的伤很快就恢复，速度甚至比西塔还要夸张。而另一边的舒利芬虽然伤口少，但是每一道都很严重，因此他的恢复的时间要比洛南长得多。在安德山的解释下，洛南才知道原来比赛的过程是全程直播。他们这些混蛋像看猴子一样看着我们打架吗？随后内比罗斯走了过来，丢给了洛南一个卷轴。这是一个平局，我重复观看了几10次，你们的传输时间几乎完全同步，奖励是一封我的推荐信，有了它，你们可以访问帝国内部任何组织。还有，我看你现在已经学会怎么使用了。
洛南一头雾水，学会什么剑气？你不是用它来结束战斗的吗？洛南瞪大了眼睛，被淹没的记忆再次涌入他的脑海。先是一种被雷劈的痛觉，接着拉曼查挥出了一道魔力构成的剑气。原来那不是幻觉，这可能是诅咒减弱或者某种感官被打开的结果。所以内比罗斯才会认为洛南已经可以使用魔力。听完的洛南立马跑到了一边，想试着再现一遍，可任凭他重复了几十次，可被扬起来的却只有灰尘。他想破脚趾也不明白为什么。一旁的内比罗斯见状只好开口安慰，可能是那一刻的剧烈情绪波动暂时性的打通了魔力的开关，所以才能施展剑气。我认识一个在这个方面还算有点技巧的人，你可以去拜访他。洛南点了点头，但是他现在还有一件更紧急的事情，那就是去黎明之塔找萨兰特说的那个人。他似乎可以帮助洛南处理诅咒，可这个提议却遭到内比罗斯的否决。不行，那个地方前几天受到了克拉泽的袭击，虽然抓获了3人，但是逃走的那一个选择了自爆，据说把院子的4/3都摧毁了，所幸没有人员伤亡。洛南听完失望地低下了头，虽然有萨兰特的戒指做出入证明，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内比罗斯还是觉得这样太冒险。于是他叫来了安德山，让他指引洛南先去找乔丁教授。但是在此之前，他们得先回去休息，毕竟刚刚经历了一场盛大的比赛。看着洛南和安德山渐行渐远的身影，内比罗斯小声地开口，如果那边那个人矮一点会更般配。很快两人就到了宿舍楼下，送走了安德山之后，洛南却在原地站了很久，并且一直在小声地说对不起，因为上一世安德山的遗嘱，洛南从来都没有执行过，并且以后也不会再提起，直到很晚了他才离开。可刚到社团大楼，舒丽芬的声音就在他的身后响起，你迟到了。转头看去，对方已经换好了整洁的校服，这跟洛南身上的破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你醒来的5分钟后，我的治疗就结束了。拿着这个，舒丽芬说完递给了洛南一个精美的信封。这是什么？洛南慢慢的将它拆开，与他的期望相反，里面的只是一张普通的白纸。你还记得参加那件事情的条件对吧？舒丽芬扬起了嘴角，原来这是加入社团的申请表，上面用优雅的笔记书写了舒丽芬的个人信息。洛南努力控制住颤抖的手，他不敢想象自己现在已经拥有了大陆最杰出的天才，这比预想中的还要快。欢迎加入社团。洛南伸出了手，但是舒丽芬却没有回应。我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每天必须和我练习剑术。洛南点了点头，宣告舒丽芬的正式加入。接着两人笑着握了握手，但是就在这时，舒丽芬却突然启动了无声卷轴，然后用充满着使命感的声音开口，那我们来谈谈伊利尔的搬家计划吧。现在我也是社团成员，我有这个资格。洛南人傻了，在讨论这件事之前，能不能让我先去换件衣服？就这样，洛南听了一晚上舒丽芬的搬家计划。到了第二天，他和安德山便直奔乔丁教授的办公室。听说这是一位魔法系负责控制魔法的老师，每当有学生魔力混乱或者核心堵塞时，如果内比罗斯解决不了，他们就会寻求乔丁教授的帮助。洛南点了点头，能得到内比罗斯教授的认可，那他一定很厉害。很快他们就来到了41号楼。和马伦教授的不同，这幢楼非常的简陋，甚至还散发出一些忧郁的能量，并且有大量乌鸦在上方盘旋。真的是这里吗？洛南有种感觉，那就是如果这幢楼塌了，冒出来一堆头盖骨都不会觉得奇怪的那种。安德山点了点头，随后他们继续往前面走去。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破旧不堪的门，随着安德山抬手敲了敲，里面传来一阵刺耳的开门声。有什么事？说话的是一个眼睛和脸颊都凹陷的男人，看起来像是个骷髅一样，很难让人联想到他是一个教授。原来是你，你还在给那个怪物当助手吗？乔丁一眼就认出了安德山，如果我是你，早就偷了那把剑逃之夭夭了。安德山尴尬地笑了笑，虽然他很严格，但是他是个好人。安德山用沙哑的声音继续开口，有个学生在使用魔力的时候遇到了麻烦，他说想让你帮忙看看。直到这时，乔丁才把目光看向了洛南，是你遇到了问题对吧？一个金币。这突如其来的意外让洛南呆住了，他看了一眼旁边的安德山，只见他在掰弄着手指，好像在评估自己的财务状况。我现在没有钱怎么办？洛南叹了一口气，刚想要再次开口时，乔丁却突然伸出手掌，把你右边口袋的东西拿出来看看。洛南听完伸手翻了翻，拿出来了一个戒指，那是萨兰特送给他的。看到了之后，乔丁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快点进来，如果你同意我的请求，你甚至可以不用支付那一个金币。原来乔丁在那枚戒指上面感受到了一种属于长寿精灵族的魔力，那是他做梦都想得到的东西。可一进房间里面，洛南整个人傻了，对方好歹也是个教授，可房子里却像刚遭遇小偷一样简陋，甚至连接待客人的桌子都没有。就在门被关上的那一刻，整个房间都被施加了无声魔法。你先给我看看戒指吧。洛南听完犹豫了2秒半，最终交出了戒指，但是他却警惕地将手放在剑柄上，因为乔丁给人的印象并不好，他似乎活了2000多年，主要使用风魔法，但是精通所有属性，他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法师。乔丁只是接触到了戒指上的魔力，就能准确推断出使用者的各种信息。随后他提出自己的要求，那便是提取一点戒指上面的魔力，这对他的实验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洛南听完却一把抢了回来，我不能做可能会损坏戒指的事情。尽管乔丁已经再三重申这种事情不会发生，但是洛南却宁愿支付费用。那就滚吧。乔丁有些生气，而洛南也不惯着，立马就转身准备离开。当然这是演戏。果然不出意外，
乔丁投降了，他答应先帮洛南解决问题，之后再提取魔力，甚至连安德山的问题也一并解决。洛南听完忍不住笑了，因为打一开始他就知道这样不会损坏戒指，只是很不喜欢乔丁直接要钱的方式，所以才故意演了这一出戏，没有过多的准备。很快乔丁便开始评估洛南的魔力状况，他立马就察觉到了诅咒的存在，于是便打算强行把它打破。这个很简单，看我的。乔丁把手放在洛南背上，随后开始吟唱魔法。可正当他接触到诅咒的那一刻，一大口鲜血从嘴里喷了出来。洛南人傻了，但是还好教授有操作，他摇摇晃晃地从抽屉里找出一瓶药剂，二话没说就一口闷了。可2秒半后，教授的嘴像决堤了一般，不仅出血量剧烈提升，并且还伴随着身体抽搐。洛南赶紧跑过去扶住了他，这人不会就这样挂了吧？虽然教授的操作有点迷，但是洛南不会见死不救。他评估了一下这里到医务室的距离，却发现根本救不了。没有办法，乔丁只好再一次展开了自救行动。随着他一边喷血一边念咒语，一旁的书架突然朝着两边分开，露出了一道漆黑的长廊。洛南和安德山赶紧带着乔丁飞奔进去。不久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四周都是书架的地方，正是塞克里特的办公室。欢迎光临，乔丁。没有过多犹豫，洛南立马朝着声音来源冲了过去。他在试图打开我的法力时，突然崩溃了。塞克里特瞪大了双眼，这家伙还是一如既往的鲁莽。说完，他把手放在了乔丁的额头上，很快就得知了事情的原因。乔丁在接触到洛南体内诅咒的时候，有一小部分诅咒转移了出去，但是乔丁的身体却不足以承受那么强大的力量。随着塞克里特低声念完咒语，他的手掌亮起了光芒，接着从乔丁的额头中掉出来一条黑色的影子，像是蛇一般在蠕动，并且挣扎得越来越剧烈，很快就挣脱了束缚，再次扑向乔丁。但是还好洛南手疾眼快，挥剑将影子斩杀。也就是在这一瞬间，乔丁停止了抽搐，他急忙坐了起来。该死，差点就没命了。尽管这是我的疏忽，但是我的目标至少实现了，你可以看一看。塞克里特听完，将手放在洛南的背上，立马就露出满脸震惊。他真的感受到了洛南体内的魔力通道被打开。你是怎么做到的？乔丁猜测，除了现在诅咒被转移了一点，洛南之前还经历过一件大事，让诅咒有了大幅的削弱。要么是见过了他的父亲，要么是掉进了满是诅咒之眼的坑里。可是这些，洛南都摇头否认。他唯一能想到和诅咒有关的事情，那就是萨兰特送给他的那枚戒指。那我现在能使用魔力了吗？塞克里特兴奋点了点头。理论上，乔丁已经成功清除了你体内阻塞的道路，但是能使用的魔力还是很低。如果说会一次剑用一杯水的话，那么现在你体内的魔力只有一口蚂蚁的唾沫，所以我们要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将它剥开。听到能使用魔力，洛南再也掩盖不住自己的兴奋。那完全清除需要多久？可听到答案时，洛南人却傻了，居然要整整20年。到时候别说那群秃子了，就连他们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看洛南脸色不对，乔丁立马开口安慰：不用不了那么久，你体内的魔力有韧性，根据你付出的努力，它能把时间大幅缩短。洛南不敢继续问，他很害怕得到的结果是17年或者18年，但是还好教授说是5年以内，不过前提是每天都要用他的魔力训练法。洛南松了一口气，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乔丁教会了他魔力训练法，大概就是控制体内的魔力，让他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向移动。随着熟练度的增加，能控制的魔力也就越多。除了这个，乔丁还把一小部分魔力注入了洛南的身体中。我现在遵守了我的承诺，你也应该实现你的承诺了吧？洛南点了点头。但是就在拿出戒指的一瞬间，乔丁再次晕倒，还好安德山反应迅速将他扶住。可尽管身体已经这样了，但是乔丁的嘴里还是一直念叨着戒指，似乎像是一种接近疯狂的状态。塞克里特看着乔丁，眼神里充满了怜悯。他还没有放弃那件事情吗？说完，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你们先把他送到医务室去吧。洛南点了点头，扶起了乔丁往回走，很快就回到了他的办公室。可就在洛南想开门的时候，乔丁却死死地将锁控制住。不会很久的，我们会再见面的，亲爱的。乔丁语无伦次的话让洛南有点懵，但是他又没办法出去。和安德山商量之后，他们决定把乔丁打晕。但就在这时，他的体内却突然凝聚出了一股魔力，让整座楼陷入剧烈摇晃当中。2秒半后，眼前出现了一个螺旋向下的楼梯，下去。乔丁用了接近命令的语气开口。洛南妥协了，他伸出脚往地下走去，但是在黑暗中，一股浓郁的花香飘了过来。犹豫片刻之后，他们继续往下面走去。到了地下，周围突然被一阵光芒照亮，映入眼帘的竟然是一个被玻璃柜子装起来的女人。她的双眼紧闭，仿佛已经失去了生命。洛南人傻了，他拿起了面前的本子，试图从中寻找点蛛丝马迹，可看到第一眼的瞬间就呆住了，竟然是复活。这似乎是乔丁用来记录这项实验的日记本。第一篇写自帝国日历1031年，我得到了一种液体，它可以防止身体腐败。我同意德瓦特的观点，身体是灵魂的容器，如果身体完好无损，那孙亚就一定会回来的。洛南看着眼前的女子呆住了，他没想到乔丁竟然在做这种黑暗实验，并且坚持了整整17年，就为了复活他那死去的妻子。但是这种反人道的事情，成功概率虚无缥缈不说，实验所需的花费也根本不可能有人负担得起。这似乎就是乔丁迷恋金钱的原因。洛
洛南再一次翻开笔记本，第22次复活失败，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变卖了。现在的收入几乎不足以支持实验继续。今天那比罗斯来访，我告诉他我得先看一眼妻子再走，但是他打了我一拳。洛南翻到下一页，在克拉蒂尔的帮助下，我成功转移了孙亚，并且成为了费城的教授，这是我能拿到的最高工资。洛南跳过了中间内容，翻到了最后一页，上面写着：我想听孙亚的声音，我需要尝试第144次复活，但是长寿精灵族的纯净魔力和血液根本没有途径能获取，也许我应该接受他们的建议。往后的内容已经被剪掉，笔记本中间夹杂着一张崭新的白色便条。洛南看到这里，一种不安的感觉涌上心头，他们指的是谁？就在洛南想继续寻找答案的时候，一股恐怖的魔力在身后散发了出来。你目睹了这场好戏吗？此前晕倒的乔丁慢慢的坐了起来，他的周围满是魔力在沸腾，甚至比赛克里特的还要强烈。洛南见状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他把那张白色便条放进了口袋。教授，冷静点，是你叫我们下来的。洛南边说边把手放在剑柄上，可他其实并没有把握能赢，但是还好乔丁只是弹了弹手指，控制了一块蓝色的布条将女子的身体覆盖，随后便将魔力消散。我道歉，孙亚，我没料到今天会有客人。说完他转头死死地盯着洛南，忘掉我妻子的形态。洛南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我明白了，我还以为你是想用魔法让我失忆。乔丁摇了摇头，我不会这么做，你有没有错？这只是我粗心大意的结果。本以为紧张的局势会就此平息，可没想到乔丁却看到了洛南手上拿着他的笔记本。你不会已经读过上面的内容了吧？洛南赶紧摇头否认，只是说刚捡起来。乔丁松了一口气，一把笔记本抢了回来。如果你不是白痴，你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请你务必保存这个秘密。还有一件事，现在可以把戒指拿出来了吗？洛南听完苦笑一声，这家伙的痴迷还是没变，随后便将萨兰特的戒指交给了他。在乔丁提取魔力的途中，洛南和安德山只能在这个地下室瞎逛。他美得不可思议，对吗？但是他还年轻，怎么会变成这份模样？安德山停在了孙亚面前，洛南摇了摇头，我不确定，但是从他干净的身体来看，很可能是某种毒药杀死。尽管洛南没有经历过爱情，但是他很确信乔丁已经陷入了这种疯狂的状态。为了复活妻子，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如果克拉泽的人找过来，以帮助复活他的妻子为条件，那乔丁一定会同意，即使他知道这是错的。我必须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洛南把手伸进了口袋，摸了摸先前拿到的那张便条，他还没有来得及看上面的内容，但就在这时，乔丁已经提取完魔力。正如他说的一样，戒指上面的魔力几乎看不出差别。乔丁吃力地将它递给洛南，很感谢你，如果你遇到了困难，欢迎随时来找我，但是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我已经累到眼睛都要睁不开了。洛南听完点了点头，我们走吧。可就在他转身的时候，乔丁却叫住了他，这可把洛南吓坏了。果然还是被发现了吗？却不料乔丁只是开口提醒他，别忘了每天都要做魔力训练，不要因为天赋而自满。洛南赶紧点头附和，而乔丁却突然话锋一转，还有你，那比罗斯的小助手，我想我需要仔细的看看你，因为在这一次，我从你的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很特殊的魔力。但是话音落下，乔丁的呼噜声便响了起来。没有办法，洛南和安德山只好先行离开。走了很远，洛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赶紧取出了那张便条，但是很遗憾，上面竟然什么都没写，只有一个红色的污点。可似乎这个东西也不太寻常，相比墨水，这更像是一滴血迹。就在洛南猜测其中的含义时，血滴竟然开始向着四周蔓延，但却似乎遵循某种规律一般。所有人都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但是身为吸血鬼的奥利菲亚却一眼认出，因为这正是同族才能使用的一种秘术。他们将机密信息浓缩在一滴血上面，便可以达到某种程度上的保密。奥菲利亚继续使用心灵感应告诉洛南，要想解开上面的信息，必须注入一种特殊的魔力。一旁的安德山见他们都没有开口说话，于是便敏锐地察觉到了些什么。你们先聊，我家煤气还没开。说完便快速离开了现场，真是个完美的时机。奥菲利亚看着安德山的背影喃喃自语，环顾四周，这个人山人海的地方显然不适合谈话，于是他们两人便来到了社团大楼。这里空无一人，这让社恐的奥菲利亚松了一口气。这地方不错，是你们社团的办公室吗？洛南摇了摇头，是我们的。你忘了你也是成员了吗？奥菲利亚听完腼腆地笑了笑，没有再过多闲聊。洛南拿出了那张信封放在了桌子上，你能详细的跟我说说上面的内容吗？奥菲利亚拿起来检查了一番，接着便严肃地盯着洛南，这封信是怎么得到的？从一个认识的人那里捡到的。洛南含糊的话暗示自己不能说，所幸奥菲利亚也没有再问。这张信封是由一个叫血沟的组织寄出，上面提到了纯血精华之类的东西。听到这里，洛南瞬间就明白了，乔丁想从他们那里获取到长寿精灵族的纯血精华。所谓血沟，他们是一群不到200岁的年轻吸血鬼组建，因为年纪小，他们拥有更强的攻击性，所以交易的代价很有可能是成为对方的下属。洛南听完咽了一口唾沫，乔丁不会这么傻吧？再者说，以他的能力，让对方瞬间化成灰都不是问题。但是洛南想起了在10年后，战场上并没有出现乔丁，所以他大概率是成为了吸血鬼的奴隶。爱情这个东西，真让人猜不透。洛南拖着下巴沉思，乔丁教授是好人，他绝对不能发生这种事情。奥菲利亚，帮我一把，给血沟回信说接受交易，但是得换一个集合地点。洛南的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奥菲利亚同意回信，但是由于涉及到同类，他不能和洛南一起前往。
还有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和他们缔约血盟。洛南听完笑了笑，我知道了。就在这时，一个黑影扑到了洛南的脸上，正是西塔。多日没见，西塔的身体似乎长大了不少，他的出现立马就吸引住了奥菲利亚的目光。洛南见状开口，我把他留给你，你教他如何处理纯血怎么样？得到了奥菲利亚的同意之后，洛南便继续开口，在乔丁开始胡闹之前，我们要尽快完成这件事，所以得麻烦你快点教他。奥菲利亚欣然同意，抱着西塔便走出了大门，而洛南则留在了这里，继续完善他的计划。可就在他沉思之时，身后传来一种诡异的气氛，这让洛南立马紧张了起来。他转过了头，只见一道红色的魔法从门缝里渗透了进来。该死，他在干嘛？洛南赶紧走了出去，周围朱红色的薄雾笼罩着街道，还有一旁满脸问号的学生，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洛南人傻了，但是有一点他很庆幸，就是在奥菲利亚的教导下，西塔竟然能在短短几秒释放如此庞大的血雾。接着洛南在不远处找到了正在训练的西塔和奥菲利亚，你怎么不把吸血鬼这个字写在脸上？奥菲利亚不明所以，他还以为自己使用了干扰魔法，可一抬头却发现露天的训练场没有采用任何措施。奥菲利亚脸红的僵硬了，他跟西塔玩得太开心，所以连干扰魔法都忘了使用，是我的错。他说完便迅速念了一个咒语，感知、干扰、沉默和隐形4个法术同时被释放，一瞬间便让他们四周变成了一个世外桃源。洛南见状呆住了，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奥菲利亚施展自己的天赋，没想到就是同时释放4个技能，这可是极少数人才能拥有的能力。经过了这件事，洛南心里便泛起了嘀咕，看来我们缺少一个训练的地方。就这样持续了4天，西塔每天都和奥菲利亚到费城的郊外训练，直到深夜才回家。而洛南也没有偷懒，他每天都在进行魔力内循环训练，但是现在还不习惯，他训练时会经常感到头晕和疼痛。到了第5天深夜，洛南终于收到了血钩的回信，但是读过信件的奥菲利亚暗道不好，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可疑的地点。